近80亿人都被宝可梦的动漫给骗了。你不会天真的以为御三家是所有人的标配宝可梦吧？其实那不过是有钱人的特权罢了。普通人想要得到一个最低等的精灵球都是奢望。就像我穿越到宝可梦世界之后，只是个没任何系统的普通人，甚至就连原主父母也已经基佬早亡，自己2年半来各种捡破烂凑钱，这才只够买颗最低等的精灵球。这时候我来到一处森林，拜托，今天一定要遇到一只好的宝可梦了。面对路边常见的绿毛虫和喇叭牙，我直接无视，自己努力买了精灵球，就是为了捉到强力宝可梦，以此来改变自己穷苦的现状。很快来到一处河边，旁边是一些陆莉莉，还有一只玛丽露，可惜自己没有金手指，看不到他们的潜力。于是我微笑的与他们打招呼：“你们好啊，陆莉莉还有玛丽露，好可爱，我可以摸摸你们吗？”陆莉莉和玛丽露互相看了后点点头。抚摸一阵子后，一只陆莉莉指了指自己的嘴巴：“是饿了吗？可是我没有带吃的。”话音一落，玛丽露顷刻间带着自己的孩子就走了，只留下我独自风中凌乱。没办法，自己只能继续往前走。我穿过草丛，来到一处宁静的小空地，空地上有一个绿白的宝可梦在草堆里呼呼大睡。见这一幕，我不禁内心欣喜若狂，是拉鲁拉斯，是我最喜欢的神奇宝贝，真的太好了！我强忍着激动又开心的情绪，当即就打算使用自己身上唯一的麻醉镖。哪知这时的拉鲁拉斯却突然苏醒，顿时就警惕起来。见行踪暴露，我只能失落的从草丛里走了出来。毕竟拉鲁拉斯这种稀有宝可梦，一个瞬间移动就消失不见，根本就难以收服。哪知这只拉鲁拉斯却一脸不可置信，不仅不逃跑，甚至一个瞬间移动就向我扑来。半空中，他似乎用尽力气，直接笔直倒下。我眼疾手快，立马接住了拉鲁拉斯。好险，小家伙你！此时的拉鲁拉斯什么都不管，就直接扑在我怀里，随后就发出一阵阵哭泣声。这情况让我不知所措。好了，不哭了，不哭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而我不知道的是，这一切只因这只拉鲁拉斯做了一个奇怪的梦。梦中我同样来到这里，发现了这只拉鲁拉斯，随后立马用麻醉镖射向了他，就这样用精灵球强制将他收服。可之后的拉鲁拉斯却耍脾气般开始了暴怒。精灵对战的时候，他直接就原地摆烂。每次我带来的食物，他一个精灵全吃光，根本不给我留一口。训练的时候，他也是做样的。可即便这样，我始终像对待宝贝一样对他。几个月的时间，拉鲁拉斯终于主动帮我摘野果。看来自己用行动逐渐感动了拉鲁拉斯。可就在我以为可以踏上美妙的旅程之时，路过的宝可梦猎人却盯上了我的拉鲁拉斯。毕竟这种稀有宝可梦可是能卖个好价钱。他当即就释放了一只凶狠的飞天螳螂。长久的营养不良和不训练让拉鲁拉斯十分羸弱。很快我们被宝可梦猎人的飞天螳螂击败。最后一刻，我死死护住了拉鲁拉斯，却无力的死在了飞天螳螂手中，鲜血滴落在拉鲁拉斯的脸上。这一刻他后悔了，后悔自己的种种任性行为。这时恰好君莎小姐赶到了案发地，这才将拉鲁拉斯救回了宝可梦中心。很抱歉，请节哀，你的训练家在这个世上没有亲人，这些东西是他唯一的遗物。虽然很不想承认，但你的训练家并没有注册精灵宝可梦，他训练家的身份属于违法。现在你自由了。拉鲁拉斯死死地将遗物抱在怀里，同时悔恨地哭出声。之后的拉鲁拉斯回到了之前的森林，再也没离开过。拉鲁拉斯做的这个梦无比真实，以至于现在他还是死死地将我抱住，似乎害怕这也是一个梦。见状我安慰道：“小家伙，你是遇见什么困难了吗？”拉鲁拉斯摇摇头。就在我疑惑之际，拉鲁拉斯指了指我的精灵球：“什么情况？小家伙，你是想跟我走吗？”见他这样主动，我反而犯难了。小家伙，我一开始的目标确实是你也很想收服你，可我还是要和你说清楚，跟着我可是要过不少苦日子。我还会安排你去与很强的精灵对战。还有，没等我说完，拉鲁拉斯自己拍了一下精灵球，随后钻到精灵球中一动不动。我整个人直接就懵了，什么情况？这就收服拉鲁拉斯了？高兴的连忙将其释放了出来。顿时看到拉鲁拉斯那副非我不可的表情，于是我微笑着看着他。既然这样，我也没有拒绝的理由。小家伙，谢谢你信任我，你可是我的福星啊！后面的旅途一起加油吧。于是我们起身来到了一处山洞，这里是我暂时的家。现在最值钱的东西就剩一口锅，我挖出埋在地里的塑料口袋，将里面包的水果给了拉鲁拉斯。小家伙，我比较穷，不过你放心，我绝不会饿着你的。拉鲁拉斯笑着接过水果，一口咬下。他都知道自己的训练家是不会饿着自己的，看你还算喜欢我就放心了。我叫明商，以后就是你的训练家了。拉鲁拉斯顿时发出一阵愉悦声。见状我开口道：“今晚好好休息一下，明天我们正式开始。精灵球里面要是住的不舒服，一定要给我说，我想办法给你弄个属于你的小窝。”哪知拉鲁拉斯靠在我怀里就睡着了。第二天我们来到一处空地，很快我就确认了这只拉鲁拉斯掌握的技能，有念力叫声、瞬间移动和魅惑之声，甚至还有进化成奇鲁利安才能使用的幻象光线。一连串的释放技能让拉鲁拉斯感到疲惫，他有些恨自己现在的弱小。这一次他要保护好自己的训练家。我跑过来将拉鲁拉斯抱在怀里，小家伙你太棒了，我可算是捡到宝了，好好休息一下，我去给你找点吃的。森林里的食物无非就是水果、野菜，还有河里的鱼。就在我摘野果的时候，拉鲁拉斯竟然来到我身边，随后也一起帮忙摘起了野果。有他的帮助，我轻松不少。每摘下一个果子都会拿给拉鲁拉斯，生怕自己的宝贝饿着，直到他将水果递在我嘴边才停下。可想训练拉鲁拉斯造成的能量消耗过大，一般只有用能量方块才能维持训练，否则就会透支他的生命力。可最普通的能量方块都很昂贵，自己根本没钱买。低头看着自己怀里犯困的拉鲁拉斯，
我又燃起了动力，暗想死也要把拉鲁拉斯养得白白胖胖。几天后的白潭市，我带着拉鲁拉斯进入城市，打算买点制作蛋糕的材料。前世自己就是一个蛋糕店的店长，相信凭我的手艺，在这夏季一定能大卖。路上有不少人盯着拉鲁拉斯，一位金色头发的少女打招呼道：“大哥哥，这只拉鲁拉斯是你的神奇宝贝吗？”没错，运气比较好，让我收服了这只拉鲁拉斯。哇，它好可爱！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拉鲁拉斯。我叫小丽，大哥哥，我们来对战吧。闻言，我顿时有些犯难。虽然我很想答应你，但我还需要去购买制作蛋糕的材料，所以抱歉，只能下次了啊！怎么这样？来嘛来嘛，我姐姐就是开的蛋糕店，大哥哥你只要答应我，不管输赢，我可以让姐姐给你个优惠价，5折怎么样？说句实在话，我心动了，5折的话自己能省下500块巨款，这个钱也够拉鲁拉斯去一趟宝可梦中心了。于是剑尖上的拉鲁拉斯笑着点头后，我提出若拉鲁拉斯受伤，他帮我送去宝可梦中心治疗的钱是我出，毕竟自己没有注册训练家资格，去宝可梦中心会被发现是违法行为。金发少女一下答应下来，于是我们来到一处对战场地，我只有一只宝可梦，就打1v1吧，就决定是你了，去吧玛丽露。顿时抛来一颗精灵球，里面出来了一只玛丽露，玛丽露使用撞击，顿时蓝色的胖子滚成球向拉鲁拉斯撞来，小家伙快用念力飞起来，于是拉鲁拉斯依靠浮空轻松躲过。这时翻身站稳的玛丽露对着拉鲁拉斯就是一记水枪，小家伙解除念力再使用念力，闻言拉鲁拉斯在空中急速下落躲过了水枪，可这时玛丽露射来一道泡沫光线，拉鲁拉斯则利用释放技能的硬指，一个瞬间移动来到玛丽露身后，紧接着就是一记幻象光线，直接就将玛丽露打入混乱状态。在一个念力技能后，他失去了战斗能力。见状，我高兴的一下将拉鲁拉斯抱了起来，好样的小家伙，是我们赢了，毕竟这可是我踏上冠军之路的第一步。之后小丽去宝可梦中心恢复了宝可梦，拉鲁拉斯也蹭了他的便利接受了治疗。随后我们来到一处蛋糕店，一进门小丽就对着蛋糕店长开口了：“姐姐我回来了，欢迎回来，今天的对战怎么样？”嘿嘿，我输了。闻言店长一脸宠溺：“你每次一嘿嘿我就知道你又把蛋糕店卖了，说吧这次又输了什么？”这位大哥哥想买一些制作蛋糕的材料，我们给他打5折好不好？好吧。您好，小丽蛋糕店为您服务，请跟我来吧。随后我带着拉鲁拉斯转了一圈，将鸡蛋、面粉、糖和巧克力等材料都拿了一些，5折之后只需要520元。这时我表示想借用一下他们的厨房，得到允许后我来到了厨房。小家伙想吃什么口味的蛋糕？拉鲁拉斯思考后指向了一旁的草莓，见状我开始制作起了草莓蛋糕，熟练的动作让赶来的两姐妹都有些震惊，很快就做好了4份食欲十足的蛋糕。来尝尝我的手艺怎么样？那我们就不客气了。拉鲁拉斯吃着发出愉悦的声音，蛋糕的口感与香甜也让两姐妹赞不绝口。店长当即开口道：“你这些蛋糕的配方卖吗？价格好说。”我顿时一愣，啊，这些我出20万卖。我刚想说可以免费送给他们的，没办法，20万实在是太香了，有这些钱终于可以给拉鲁拉斯换个正常的精灵球了。于是我和拉鲁拉斯来到了购物中心，买了3个正常的普通精灵球，还有一些旅行用品以及一个超能系能量块。出来吧小家伙，在里面的感觉怎么样？要是还不舒服，我给你换成高级球。闻言拉鲁拉斯从精灵球中出来之后，他摇了摇头，笨蛋主人，相比精灵球还是你怀里更安心。随后拉鲁拉斯飞到我怀里开心的蹭起来，见状我这才结了账，发现刚到的20万现在只有9000了，虽然很贵，却是必须要花的钱。这时我拿出刚买的一块超能系能量块给小家伙，你可不能饿着，我可就你这一只宝贝宝可梦。拉鲁拉斯接过能量块，深深看了我一眼，才慢慢吃起来。我背上背包走出购物中心，顿时忍不住惊叹，哇，不愧是联盟的好东西，这背包减轻了好多负重了，现在就差路上的伙食费还有注册费就能启程了。顿时抱起了拉鲁拉斯，小家伙，我们的旅行就要开始了，最后1个月的时间，我们好好挣一笔伙食费。芜湖出发，随便逛了逛，我们便回到了森林，因为这里能找到一些适合拉鲁拉斯训练的材料，而且有了简易露营帐篷，我们能就地休息。很快我支起帐篷，拿出锅生火做饭，自己熬了2年半，终于有种旅游的幸福感觉。这时我思考起拉鲁拉斯的培养方向，目前我的拉鲁拉斯会8个技能，将叫声头锤这种不常用的技能除去，拉鲁拉斯还剩下念力和幻象光线、瞬间移动和催眠术4个强力技能。思来想去，我打算让其修炼瞬间移动和念力。小家伙，你后面的训练目标就是让自己保持浮空，我想用这样的办法增加你的机动性。拉鲁拉斯小叫一声，随后操控念力让自己浮空。他第一次不到2分钟就坚持不住了，刚落地的他还想继续训练，我连忙阻止道：“别心急，我们慢慢来，先休息一会再继续。”几个小时后，拉鲁拉斯训练的已经累虚脱了，看着睡熟过去的拉鲁拉斯，我暗下决心，小家伙，你这么努力，我也不能落下。于是隔天一早，我就与拉鲁拉斯一起特训。为了提升我的体质和反应能力，我打算培养晨跑的习惯，一边跑我一边观察森林里的宝可梦。自己还剩下2个空的精灵球，可跑了会也没见合适的宝可梦，因为有了拉鲁拉斯后，很多宝可梦就被我淘汰掉了，比如眼前这只卡拉卡拉。不过来都来了，当个经验包再走吧。小家伙准备战斗，幻象光线。话音一落，拉鲁拉斯抬手就一个技能打向卡拉卡拉，随后一个叫声技能降低了卡拉卡拉的攻击力。这时候一根骨头飞向了空中的拉鲁拉斯，他顿时一闪就躲过了骨头投掷，同时抬手用念力稳稳控制住了卡拉卡拉。
疯狂挣扎的卡拉让拉鲁拉斯消耗巨大。见拉鲁拉斯咬牙坚持，逐渐体力不支后，我连忙开口道：“小家伙，深呼吸后将他甩出去。”闻言，拉鲁拉斯将卡拉丢向了远处草丛。这时他直接脱力垂直落下，我连忙一把稳接过了拉鲁拉斯。就这样20多天的训练过去，我发现自己慢慢强壮了起来。可拉鲁拉斯能量跟不上的情况还是出现了，透支的训练却没有足够的能量方块补充，导致现在的拉鲁拉斯都还没进化。我有些后悔或者是自责，想要提升实力就必须训练实战2不。可拉鲁拉斯的开销并不是开玩笑的，如果每次都把拉鲁拉斯训练榨干，2天之内必须让他吃1块能量块。可超能系能量块6万一个月就是90万，自己根本就没这么多钱。于是我开始减弱拉鲁拉斯的训练量，可拉鲁拉斯每次都会自己补回去，甚至会在我睡着时偷偷溜出去训练。看他这样努力，我更加努力的赚钱，只要凑够40万就能注册宝可梦训练家，靠着在蛋糕店前摆摊卖自己畅销的品种，以及分享了几个新蛋糕的配方。几周后，我终于凑够了这些钱。于是这天我又来到了蛋糕店。小丽，早上好，你今天起大早是出什么事了吗？当然是等你了，今天我可要买到你最新做的蛋糕。没问题，等我一下。于是在拉鲁拉斯帮助下，我开始了摆摊。半小时后，我做好了2盘三明治，哇，又是不一样的口味，我开动了。哦对了，说着小丽拿出精灵球，又倒出一大盆宝可梦口粮，出来吧玛丽露，快吃吧。拉鲁拉斯，你要来一点吗？闻言拉鲁拉斯摇摇头，比起宝可梦口粮，他似乎更喜欢我做的食物。那么我开动了，明山哥哥，要不你把我姐姐娶了吧，这样我天天都能吃到你做的饭了。闻言我用眼神提醒小丽，因为就在刚才她姐姐已经到了。可小丽却接着吐槽起来，哎呀，我姐姐虽然懒了点，啰嗦了点，脾气怪了点，喜欢装成熟，但她也是有优点的，比如明山哥哥，我姐姐有什么优点吗？闻言我默默蒙上眼睛，随后才开口道，你姐姐确实有优点。真的吗？快和我说说她有什么优点。她打你屁股应该挺熟练，你能少受点罪。此话一出，石化的小丽缓缓僵硬的回头，顿时看到了一张一脸黑线冒着火的姐姐。嗨姐姐，你吃三明治不？痛，姐姐轻点揪我耳朵。很抱歉小丽给你添麻烦了，哈哈没事。今天我正准备告诉你，我明天打算离开这里开始旅行，神奥地区那边正好也快举行比赛了，毕竟我的拉鲁拉斯这么努力，我肯定不能辜负他。明山哥哥，你的钱已经攒够了吗？是啊，谢谢你们的帮助了，以后有什么需求尽管来找我，这份恩情我会还的。小丽的姐姐看出了自己妹妹的心思，我倒还真有一个请求。姐姐，小丽再有2年就满15岁了，那时候她也能正式开启旅途，到那时候我想拜托你照顾一下这个孩子。真的吗？可以，那时候也正好是卡洛斯地区举办比赛的时间，2年后我会回到这里，到时候他要愿意我会照顾好他的。一言为定，明商哥哥，我们拉钩骗人是小狗。好。就在欢声笑语中，一声声滑轮声传来，一位戴着头盔穿着滑轮鞋的黄发少女赶来。芜湖发现训练家了，第12个训练家就决定是你了。我一下认出了竟是宝可梦动漫里那个活泼的少女。你好，我叫科尔妮，你是这只拉鲁拉斯的训练家吗？来和我打一场神奇宝贝对战吧。我一愣，你好，我叫明商，你出哪只神奇宝贝？当然是我的路卡利欧。话音一落，一只路卡利欧从天而降。我拒绝。好，我们来场哎，我可不会让我的拉鲁拉斯去挨揍。不吗？我好不容易见到一只拉鲁拉斯啊！你有其他的神奇宝贝吗？比拉鲁拉斯强一些的我都能接受。你这只路卡利欧的眼神和气势都不凡，看起来起码都是道馆级实力了，我才不会让我的宝贝拉鲁拉斯去挨揍。可是我只带了这一只神奇宝贝出来，我家拉鲁拉斯半岁都没到呢。不打。这科尔尼还是第一次遇见拒绝神奇宝贝对战的训练家。就在他还在烧脑时，拉鲁拉斯却主动从我肩上跳下来，同时战意满满的看着路卡利欧。不是小家伙，你干嘛？你真要打？顿时拉鲁拉斯发出不服输的声音。你哀嚎吧，你的对战邀请我接受了。说罢，我们立马进入了战斗状态。看到我犀利的眼神和拉鲁拉斯好战的气场，科尔尼战斗狂人天赋顿时就触发了。于是我们来到白潭城市街道的对战场地。明商哥哥加油啊，让他看看你的厉害。小丽的打气吸引了不少路人来观看。我深呼吸，微微调整紧张的心情。小家伙，这场战斗我们要全力以赴，对面很强大，我们也不弱。拉鲁拉斯昂首挺胸，露出一种面对强敌时迎难而上的眼神。路卡利欧他们的战意很满啊，我们也不能落下。那么先发制人，使用金属爪。顿时路卡利欧的手背上出现能量爪，同时快速冲向拉鲁拉斯。小家伙瞬间移动到空中，靠近的路卡利欧一爪子挥下，可还是快不过瞬间释放的技能。这时拉鲁拉斯一下发出一道幻象光线，路卡利欧抬手妄想抵挡光线，可光线却穿过了他的手臂。受到伤害后，路卡利欧后退几步，晃了晃头，挡不住吗？既然如此，路卡利欧使用剑舞打断他小家伙使用魅惑之声。顿时拉鲁拉斯奏响粉色音波袭向路卡利欧，快闪开！听到指令的路卡利欧刚想跳起，结果却发现自己根本动不了，因为拉鲁拉斯魅惑之声后快速以纪念力控制对手。就在魅惑的音波即将击中之时，路卡利欧迅速释放一击金属音将之震散。但科尔尼的路卡利欧此时还不会用波导弹，于是选择近身战的鼓棒乱打。只见路卡利欧双手一合，变出2根鼓棒，2步就冲到了拉鲁拉斯面前，用力挥下。拉鲁拉斯一个念力将自身浮空，好机会这样就拿下了。路卡利欧话音一落，只见鼓棒被旋转着丢向空中的拉鲁拉斯，同时路卡利欧立马蓄力生力拳跳跃跟上。这是科尔尼对付飞行宝可梦专门研究出的组合技，利用鼓棒回旋和路卡利欧的跳跃力进行2面夹击。见状我却淡淡一笑，可惜我等的就是这一招。小家伙念力控制，顿时拉鲁拉斯将空中的2根鼓棒控住，操控他们极限的越过了自己。回旋的鼓棒飞向了路卡利欧，见自己原本的攻击现在却反而攻击自己，路卡利欧连忙抬手格挡，可下一秒拉鲁拉斯却突然出现在他身后，一道透明的精神光波击中路卡利欧后背，直接狼狈的摔在地上。路卡利欧还能站起来吗？路卡，好样的！
看着路卡利欧再次站起身，科尔尼知道要不是双方实力差距太大，刚刚那一下他已经输了。不过这可让科尔尼越来越兴奋，他刚挥手指挥继续战斗，我却连忙打断道：“等一下，我认输了。”说罢，我快步冲进场地，将还在不断深呼吸的拉鲁拉斯抱起。精神强念是最近拉鲁拉斯领悟的技能，对目前营养不良的他来说，只能勉强使用一次。刚刚那招是拉鲁拉斯最后能打出的最强一击了。拉鲁，别说话，我马上送你去宝可梦中心。很快，我来到了宝可梦中心的救助室，请你稍等，我们会全力救治他的，拜托了。这时，科尔尼与小丽姐妹也赶到。明商哥哥，拉鲁拉斯怎么样了？闻言，我沉默着低下了头。其余几人见状也没有继续询问。过了一段时间后，胖可丁推着小推车将拉鲁拉斯送了出来。谁是这只拉鲁拉斯的训练家？乔伊小姐有些生气，她刚刚看了拉鲁拉斯的检查单，发现这只宝可梦的能量长期性不足，这表明拉鲁拉斯每天都在高强度训练，却没有能量快吃。是我，拉鲁拉斯出什么事情了吗？你是怎么当训练家的？这只宝可梦营养不良的情况已经快到危险阈值了。很抱歉，真是的，自己的宝可梦一定要好好爱惜啊。拉鲁拉斯挡在我身前，打断了乔伊的训骂。见对方不说话，他才慢慢飞到我怀里。看着拉鲁拉斯如此，乔伊只好提醒道：之后每天必须喂他吃一块能量块。他的头发已经有点褪色，再这样下去，你的拉鲁拉斯会有后遗症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的指导。抱着拉鲁拉斯，我有些心疼地看着他。明商哥哥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我的问题，我太在意胜利了，没有注意到拉鲁拉斯的状态。拉鲁拉斯顿时发出有些生气的声音。我轻轻抚摸他的头，安慰起来。我先带拉鲁拉斯回去休息了，后面的旅行我会照顾好他的。科尔尼见我离开，当即开口道：这场战斗不算数，我会在第100场战斗时找到你，然后击败你。科尔尼见我离开，当即开口道：这场战斗不算数，我会在第100场战斗时找到你，然后击败你。很快，我到购物中心又买了2块能量块，同时成功注册了最基础的训练家资格。所有的准备已经完成，最艰苦的存钱阶段也已经过去。为了给拉鲁拉斯购买能量块，以保证他的训练和生存，我思考起了怎么赚钱。我发现自己完全能参加小型比赛，因为拉鲁拉斯不是最终形态，而且自己训练资格证注册不满2个月，完全有资格参加一些宝可梦宝宝杯比赛。于是镇上举办的某个宝宝杯现场，小家伙用念力将它丢下去，成功晋升64强，瞬间移动接幻象光线。经过几场轻松的战斗，我很轻松就进入了8强。这场战斗的对手是小火龙，直接被拉鲁拉斯念力加魅惑之声取胜，于是成功晋升4强。同时台下响起一阵小迷妹欢呼声，毕竟参加宝宝杯的人基本都是12到14岁。下午我再次登场，准备打扮决赛，一位和服衣裙的少女出现。你好，我的名字是神乐玉音，我是明商，开始吧。有趣。那么要上了超音波幼虫，顿时一只虫形宝可梦出现在了场上。见状我开口道：小家伙，拜托你了。顿时拉鲁拉斯也来到对战场上。这时对面的超音波幼虫使出了泼沙技能，其尾巴出现的沙子飞向了拉鲁拉斯。见状我连忙指挥道：小家伙快闭眼。既然如此，超音波幼虫使用流沙深渊，顿时场上出现一个小型沙尘暴。这时候拉鲁拉斯并没有攻击，因为他昨天无意间学会了积攒念力，于是此时他在原地默默的积蓄。见状超音波幼虫一记龙尾甩了过来，拉鲁拉斯连忙换出4个一样的影，超音波幼虫一下打中了2个最近的单位，可这时他身后却射来一道光线，施了一发蓄力后的幻象光线，他已经岌岌可危。伴随着拉鲁拉斯的魅惑之声，超音波幼虫直接倒飞而出，失去了战斗能力。到了第2天的宝宝杯决赛，这次我的对手是一位少年，我一定会战胜你的。要上了火狐狸。看着少年认真的眼神，我有些无奈，为了缓解我的生活压力，只能抱歉了。于是就在火狐狸准备攻击之时，拉鲁拉斯却鬼魅般来到了火狐狸身后。只因在昨晚我就和拉鲁拉斯交代，来的路上就开始累积一些念力，于是此时一道最强的精神强念射出，一下就将火狐狸打得失去了战斗能力。终于我如愿获得了宝宝杯的冠军，获得了8万联盟币和几块低级能量块，以及2个普通精灵球。装进背包后我就想离开，这时一位记者跑了过来：你是本次宝宝杯的冠军，请问可以采访你几个问题吗？给钱吗？啊，不用，我这边是免费采访，不收你1分钱。闻言我继续道：我说的是你给我钱吗？不给钱一边去。顿时让采访的记者懵了，这也引得台下一阵唏嘘。与此同时，卡洛斯的某处别墅里，一位女子饶有兴致地看着电视里的采访，此人正是放假的卡露妮。哈哈，这个人好有趣啊。一旁沙奈朵通过心灵感应回应道：是啊，不过那只拉鲁拉斯的技能威力很不寻常。你也看出来了吗？他的那只拉鲁拉斯技能威力如此强大，不应该还是初始形态，没有进化，加上他参加宝宝杯是为了联盟币，应该是能量块供应不足。沙奈，是啊，我也看出来了，这只拉鲁拉斯很依赖他的训练家，很期待在比赛现场遇见他。沙奈朵，我记得神奥那边的比赛快开始了吧？沙奈朵点点头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去看看运气吧，兴许他会出现在赛场上呢。正好我们去找竹篮了结一下恩怨，看看他的那只猎咬路鲨不知道退步没有。回到比赛场上，此时我刚走下台阶，神月玉音就跟上来了。有事？神月玉音有些扭捏。那个，我曾经在众人面前发过誓，谁若能在宝宝杯上击败我的小樱，我就同意与谁交往。闻言我淡淡道：你同意是你的事，我不同意就行了，再见。这一幕让许多人都懵了。神月玉音也是第一次对自己的颜值感到不自信。等一下，而我却没有理会，很快就离开了这里。开玩笑，我养个拉鲁拉斯都够呛了，再多2张嘴，人力财力都得虚脱。为了前往神奥地区参加比赛赚钱，我打算去港口坐船前往，但在此之前我需要抓几只适合的神奇宝贝。于是我来到了一处小树林，顿时就看见了一只绿毛虫。我突然有一个想法，绿毛虫进化后的8大蝶可以学习很多辅助技能，比如蝶舞、催眠粉、虫鸣等，而且它吃叶子就行，还不用喂能量
快。可当我靠近绿毛虫时，才发现这只绿毛虫的背上有许多伤口，显然此时的它已经面临濒死。我赶紧拿出治疗喷雾为它处理伤口，感受到身体逐渐恢复。绿毛虫微微扭动头看向了过来，我只能帮你这么多，一定要撑住啊！说罢，我抱起它，快步跑向最近的宝可梦中心。一番治疗后，一位乔伊小姐走了出来。这只绿毛虫是你的吗？并不是，我并没有收服它，在路上看见它快濒死了，将它送了过来。这样吗？你真的很善良呢。这只绿毛虫命是保住了，只是它的身体出现了一些情况。资料显示它已经是进化后，可目前还是绿毛虫的阶段。这种情况我还是第一次遇见，是吗？不管怎么样，命保住就行。谢谢你了，乔伊小姐。这时绿毛虫慢慢爬下推车，随后来到脚边蹭了蹭我的裤脚。见状，我摸了摸它的头，没事了，今后一定要小心点。可这时的绿毛虫却抓着裤脚不想放手。你是想和我走吗？绿毛虫点头后却又低下了头。他知道自己的很弱小，可他真的很想跟着救了他的人，所以抱着试一试的心态。见状，我微笑道：你可是刚从鬼门关走回来活着的传奇，你的勇气和决心是我见过最强烈的，所以别低头。那么你愿意成为我的宝可梦吗？说话间，我拿出一颗精灵球，很快就顺利将绿毛虫收服。见这一幕，拉鲁拉斯也笑了起来。他的训练家一直以来就是这么温柔。收服绿毛虫后，我们踏上了前往神奥地区的旅途。很快来到了神奥地区的一处森林，因为这片地区的野果能制作新口味的食物。走，我们一起去找吃的。出发！我抱着两只宝可梦向着森林前去。那边小家伙，那个水果个头最大。闻言，拉鲁拉斯一下用念力摘下了一颗果。在收集食物中途，我也将鲜嫩多汁的叶子递给绿毛虫。哪知这时不远处却传来了爆炸声。由于绿毛虫目前没有战斗力，于是我将其收回精灵球，随后带着拉鲁拉斯打算看一看爆炸的原因。与此同时的另一边，一位少女正在与2位火箭队成员战斗。这些人捕捉了几只别人的宝可梦，包括了一只小只的皮卡丘。这时候赶来的小光惊呼道：波加曼使用泡沫光线。顿时一只蓝色的企鹅吐出大量泡泡。别妨碍我们，我才不会让你们得逞呢。既然如此，你的宝可梦我们也收下了。饭池蛇捆绑攻击，毒粉蛾用毒针，别让他们得逞。波加曼使用镯，顿时几道攻击撞在一起，可小光的波加曼却被弹飞了出去。毒粉蛾的毒针攻击距离小光越来越近。就在这时，受伤的皮卡丘打出一道10万伏特，一下将毒粉蛾击落在地，对方的喵喵很生气，可恶，看我的喵！喵喵伸出爪子跳向了波加曼，可下一刻喵喵却漂浮在半空中动弹不得。怎么回事喵？这时一只拉鲁拉斯缓缓走进大家的视野中，那是什么宝可梦？小光拿出宝可梦机对准拉鲁拉斯，顿时惊呼出声：阿拉鲁拉斯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。这时我也缓缓走了出来，顿时发现原来是火箭队还有小光。对面的武藏不耐烦道：你谁啊？不管了！小次郎把那只宝可梦一起抓走。做梦！你们这些抢别人宝可梦的坏蛋！波加曼使用泡沫光线拦住他，果然嗡！这时我也开口道：小家伙，控制那些泡沫。顿时拉鲁拉斯走在泡沫中，同时他愤怒的声音响起，因为他还清楚的记得那个梦，自己的训练家最早收服自己之后，为了保护自己惨死在了宝可梦猎人手中。那个梦真实的像前世发生的一样。想到这，他对眼前捕捉别人宝可梦的人饱含恨意，于是开始缓缓蓄力，想打出自己的最强一击。对面的小次郎顿时毛骨悚然，武藏，我总感觉不太妙啊，错觉吧？而不知情的我还在指挥小家伙使用念力控制。拉鲁拉斯抬手用念力将武藏和小次郎一群人漂浮在空中。这时所有泡沫都开始攻向了武藏几人。小家伙魅惑之，我话还没说完，就见拉鲁拉斯突然使用了精神强念，强大的精神冲击让武藏几人瞬间捂头哀嚎。我连忙开口道：快停下，小家伙，快停下！可拉鲁拉斯却仍在维持精神强念，见他咬牙坚持要同时攻击5个目标，我马上反应过来，拉鲁拉斯似乎是想要几人的命。刹那间我脑袋就疯狂思考起来，下一刻我直接高呼道：皮卡丘10万伏特！一旁的皮卡丘顿时一愣，因为他四周并没有发现小智的身影。可皮卡丘听着我急切的话语，下一刻他爆发出一记10万伏特，顿时将武藏几人轰飞了出去。啊，好讨厌的感觉啊！这时拉鲁拉斯虚弱的落到地上，我连忙将其送到了附近的宝可梦中心，交给我们就好。随后乔伊开始治疗起拉鲁拉斯和皮卡丘。这时候小光开口道：你好，我叫小光，他是我的神奇宝贝波加曼，感谢你刚刚帮助了我。你们好，我是明商，举手之劳而已。这时小光羡慕道：你的拉鲁拉斯好强啊，刚刚那招叫什么？居然能控制波加曼的泡沫光线，还能同时控制5个人，最后还将他们一网打尽了。念力和精神强念只是对目前的他来说消耗太大了。说话间我不禁在心中暗想，还是第一次遇见拉鲁拉斯不听指挥的情况，可我绝对不能将拉鲁拉斯起杀心的事情说出来。待会能一起吃个便饭吗？就当我感谢你的帮助。不了，谢谢，我要陪着拉鲁拉斯。没事，我陪你一起等。你真的很喜欢你的宝可梦的。是啊，他当初选择我时，我真的很开心，可我还是辜负了他的期望。我有时候都在想，是不是我耽误了他的一生？因为以我目前的条件，养一只拉鲁拉斯还是太勉强。过了一会，拉鲁拉斯和皮卡丘都醒了过来。拉鲁拉斯来到了我身前，小家伙没事吧？还有哪里不舒服的地方？拉鲁拉斯摇了摇头。见状，我递给他一块能量块，可他却没有伸手去接，反而发出一小声拉鲁声。我能听出这是自责的叫声。他自己也知道刚刚没有听从我的指挥，刚才他执意要对那几位宝可梦猎人下死手，可因为宝可梦杀人是违法的，
所以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影响到自己训练家的未来。但此时的我并不知道自己前世发生的事，所以并没有怪罪他，而是轻轻抚摸了拉鲁拉斯。没事，一切有我在。感受到我的积极情绪，拉鲁拉斯往我怀里蹭了蹭，他暗暗发誓以后不能再任性，也不能耍脾气，他不想再离开他的训练家了。到了第二天早上，皮卡丘，一位戴着帽子的热血少年全力奔向皮卡丘，他跳到小智怀里紧紧相拥。皮卡丘很抱歉，我绝不会弄丢你了。这时小刚也慢慢跑过来，太好了，没事就好。小光慢慢走上去，你就是这只皮卡丘的训练家吗？我是真心镇的小智，他是我的搭档皮卡丘，我是小刚，谢谢你从火箭队手里救了他，我其实也是被救的一方。救下我们的人叫明商，他现在正在那边训练呢。小光指向一处草地，此时我正在这边指挥拉鲁拉斯使用念力。是没见过的宝可梦。小智拿出图鉴收集器对准拉鲁拉斯，拉鲁拉斯，稀有超能妖精系神奇宝贝。图鉴收集器还没介绍完，小刚就惊呼道：“哦，是拉鲁拉斯，运气真好！”小刚，你见过那种神奇宝贝？沙奈朵就是由拉鲁拉斯进化而来的，它可是最受人们喜爱的宝可梦，是样貌与实力共存的一种宝可梦。闻言，小智快步跑了过来。这时我结束了今天的训练，随后拿出一颗能量块给拉鲁拉斯。赶来的小智兴奋道：“你好，我是真心镇的小智，感谢你救了我的皮卡丘。”小智很高兴认识你，我是明商，我听说你的拉鲁拉斯很厉害，我们来一场宝可梦对决怎么样？小光有些疑惑，可小刚已经习以为常。我无奈道：“小智他平时就是这么去感谢人的吗？”哈哈，小智的梦想是成为神奇宝贝训练大师，有那样的性格很正常了。闻言，我低头看向拉鲁拉斯，只见拉鲁拉斯咀嚼着能量块点点头，于是我答应下了这场战斗。小刚则是作为裁判。我们来到了一处空旷的场地，小智充满斗志道：“那么就决定是你了，姆克尔。”话音一落，一只姆克尔落到了场地上，顿时就使用了翅膀攻击。只见姆克尔上升一段距离，随后俯冲飞向拉鲁拉斯。见状，我轻轻挥手，拉鲁拉斯便立刻使用出了念力，一下就将姆克尔压倒在地上。他刚解除念力，却被一发魅惑之声击中。那只拉鲁拉斯培养的好强，小光两眼冒光。昨晚他上网查找了拉鲁拉斯的资料，进化后沙奈朵的气质与美貌瞬间就吸引住了他，暗暗发誓自己一定要培养一只拉鲁拉斯。此时场上的小智指挥道：“姆克尔影子分身接近他。”顿时就分出3个分身飞向拉鲁拉斯，可拉鲁拉斯抬手就用念力控制了4只姆克尔。什么？姆克尔快挣脱开！拉过来使用幻想光线，拉过来使用幻想光线。就在拉鲁拉斯准备使用幻想光线时，解除了念力，于是姆克尔因惯性继续往前。就是现在，姆克尔翅膀攻击。话音一落，姆克尔砸向拉鲁拉斯，可却被滑冰一样迅速后退躲开。随后一道光线击中了姆克尔，一下将他击落在地，晕了过去。见状，小刚开口道：“姆克尔失去战斗力，这场战斗获胜者是拉鲁拉斯。”小智连忙拿出精灵球，回来吧，姆克尔，辛苦你了。做完这些，小智走到我面前：“你真的很强，不过下一次我一定会赢的。期待与你的下一次对战。”小光和小刚也赶来，恭喜你了，拉鲁拉斯，我可以抱抱你吗？闻言，拉鲁拉斯摇摇头拒绝了小光，随后浮空飞到了我怀里。怎么会这样？我有些尴尬的看着小光。之后因为顺路，我暂时与小智一行人同行。我和小智目标都是神奥地区的联赛冠军，但只有拿下8个道馆的道馆徽章才有资格参赛。小智打算先去挑战钢铁道馆，我则打算去挑战百代道馆，想让自己的虫系的宝可梦磨练一下。说话间，我将绿毛虫释放了出来。细心的小光一下发现了绿毛虫背上的伤口，不对劲，你的绿毛虫背上为什么有这些东西？他从鸟类口中死里逃生，我发现时他背上就有许多伤口，还陷入了濒死状态。好在经过宝可梦中心治疗后，他撑住了。乔伊小姐说他曾经进化过，但被什么宝可梦影响了，才变成现在这样。见状，几人都露出同情的表情。好了，他都挺过来了，用不着这样。正好中午了，我们去弄点吃的。于是我们来到一条河边，开始了野餐。拉鲁拉斯熟练将我背包的锅与厨具拿了出来，随后我做起了烤蛋糕。小刚见状也打算做2道食物。就在大伙开心吃着的时候，我发现菜不够吃，于是来到河边钓起了鱼。可过了40分钟还是没动静。这时小刚走了过来：“明商饭好了，你怎么连一条鱼都没钓上来啊？”闻言，我内心如遭雷击，顿时有些理解钓鱼老空军时候的痛苦。就在这时，鱼漂却突然动了，我兴奋的一下拉起了竿，一只黄色的鱼被钓了上来。小刚见状吐槽道：“这好像是图鉴说的丑丑，我还是第一次亲身见到，不过它真的好丑。”这话顿时就让丑丑鱼心情低落了起来，他还以为今天能遇见收养他的训练家呢，可我却如获至宝的将他小心捧了起来，竟然是丑丑鱼耶！我终于钓到了，太好了！欢呼声瞬间将所有人吸引过来。小智疑惑道：“怎么了，明商？你看我钓到丑丑鱼了。丑丑鱼是宝可梦吗？”说罢，小智拿出精灵图鉴对准丑丑鱼。丑丑鱼，鱼类水属性宝可梦，是在脏水里也能生活的顽强宝可梦。原来如此，小光疑惑道：“好丑的宝可梦啊！明商，你为什么这么兴奋？”小光，你不懂，我其实一直很期待能钓起一条丑丑。经过好几个月，今天终于钓到了一只。小光闻言抱起了波加曼，搞不懂还是我的波加曼可爱。看来他们都不知道丑丑鱼能进化成美奈斯，那可是最美的宝可梦。我那欣喜激动的表情让丑丑鱼一愣，随后他就感受到我轻轻抚摸他的鳞片，紧接着我拿出精灵球道：“小家伙，你知道吗？7个月了，终于让我遇见你了。
从第一只宝可梦起，你就在我的选择中，但一直都没有遇见你，所以你愿意成为我的第3只宝可梦吗？小智一下看到我那极其真诚的眼神，是小刚向别的女生求婚的同款眼神，这一出的爱意让丑丑鱼身上的鳞片都微微发亮。随后他欣喜地钻到了精灵球中，谢谢你选择了我，以后我们一起旅行吧。见状，拉鲁拉斯吃醋了，暗想难道是自己魅力不够，还是主人想换换口味了？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身体，下定决心要快点进化成沙奈朵。这一切只因我在这个世界无依无靠，所以想要既强力又好抓的宝可梦。丑丑鱼就是那种好抓好养，进化后还不弱的宝可梦，只是没想到自己第一只宝可梦会是拉鲁拉斯。就在几人交流中，一阵白光突然出现，这是进化之光，谁的宝可梦？循着光芒过去才发现，原来是我的绿毛虫完成了进化。一只八大蝶缓缓飞向了我，小智有些疑惑，怎么会是八大蝶？绿毛虫不应该先进化成铁甲蛹吗？小智，你忘记了吗？明商说过这只绿毛虫是进化过，只是被什么影响导致进化失败了。那现在这种情况是正常情况吗？在几人议论间，我摸了摸八大蝶，不管怎么样，小家伙你没事就好。午餐过后，我与小智一行做了道别。为了准备挑战百代道馆，我让拉鲁拉斯训练念力，丑丑鱼优先考虑进化，毕竟没进化前太弱了。至于八大蝶，我不是很想让它上场，反而是往辅助方面培养，而且它也能帮我解决花蜜供应的问题。于是我们逐渐进行了各种训练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拉鲁拉斯的灵活性越来越高，相处中丑丑鱼能感受到我真的非常喜欢它，这让它身上的鳞片越来越绚丽。原本作为辅助的八大蝶格外努力，每次练完辅助技能，它都会找拉鲁拉斯对战。直到这天夜晚，我本想和3只宝可梦好好放松一天，明天就正式前往百代道馆，但就在我们谈论战术之时，拉鲁拉斯突然警惕起来。循着目光，我发现草丛一顿晃动，下一刻，一只受伤的玛丽露搀扶着长尾怪手走了出来。在拉鲁拉斯与其一番交流下，我才明白，原来森林某处竟然有宝可梦猎人，他们非法捕捉并虐待宝可梦。自己既然遇到，就想着看能否解救被困的宝可梦。于是进行简单伤口治疗后，我们先将腿脚受伤的长尾怪手藏了起来，随后和玛丽露来到了一处猎人小屋，剩下的交给我们，你快回去照顾长尾怪手。说罢，我开始思考起营救策略。利用八大蝶的吐丝技能，我获得了几条坚韧的绳子，再由拉鲁拉斯控制催眠粉散发到小屋里，很快就制服了2位睡着了的猎人，同时还获得了2个电击棍。可我们找遍房间都没发现有宝可梦，好在无意间掀开地毯后出现了一个地下室入口，这里面有许多关押着各种宝可梦的小型笼子，还有4个人和4只宝可梦在巡视。面对这阵仗，我有些退缩，毕竟宝可梦猎人一般是些很辣的角色，自己犯不上搭上性命，报警去找君莎小姐也是可行的。这时拉鲁拉斯很是生气，他似乎执意要将被关押的宝可梦救出。见状，我展开了营救，八大蝶顿时就散发出一道麻痹粉，再依靠拉鲁拉斯强大的念力以及我带来的2根电棒，很快宝可梦猎人们以及他们的宝可梦纷纷被制服，随后将全部20几只宝可梦都放了出来。结束了，你们都自由了。我话刚说完，却响起了剧烈爆炸声，原来是屋子外巡逻的宝可梦猎人发现了异常，竟然不顾自己人死活也要将小屋烧毁掉。我立刻指挥道，会水枪的去出口那减弱火势，会冲撞的跟过来。几个水枪技能减弱了火势，再一个冲撞撞出了一个通往地上的口。随后拉鲁拉斯用念力将我们安全送到了地面，瞬间耳鸣和头晕袭向拉鲁拉斯，我连忙一把抱住了他。哪知这时一道枪声响起，我的左大腿顿时传来一阵剧痛，远处一位宝可梦猎人啧舌道，切打歪了。这一声枪响惊吓了所有宝可梦，我也受其影响跌回地下室坑洞。最后一刻，我将怀里的拉鲁拉斯和精灵球丢向坑洞外。反应过来的拉鲁拉斯充满绝望，这一幕让他想起我为了救他而死在他面前的梦境。不要离开我！强烈的情感让拉鲁拉斯散发出一道温暖的光芒。下一刻，拉鲁拉斯进化成了奇鲁利安，顿时就爆发念力将我再次送到了地面。远处的宝可梦猎人想再次开枪，却瞬间就被20多只宝可梦扑倒，将我安置到安全的空地后，奇鲁利安眼神冰冷地走向那位宝可梦猎人。抬手就用念力控制宝可梦猎人左大腿，顿时响起了清脆的骨折声。若不是宝可梦杀人会影响到训练家，他今天绝不会轻饶这个宝可梦猎人。现场的爆炸吸引来了君莎小姐，她正在调查最近的宝可梦丢失事件。此时看着这么多宝可梦和一个大坑，君莎一时间有些懵，见我腿伤后，连忙将我送到了附近的医疗室。经过一段时间治疗，一位乔伊小姐开口道：“你运气不错，子弹没击中骨头，消毒完后吉利蛋给你治疗一下就能出院了，谢谢。治疗费能打个折吗？”这时君莎小姐走了进来，救助宝可梦受伤不需要支付任何钱，你的医疗费由我们承担。太好了，小家伙的银子球钱省下来了。随后我还做了一些笔录，这才知道原来这个团伙总共贩卖了上百只宝可梦。我也因为立功获得了30W 的联盟币。出院后直接开心的跑向购物中心，在花费20W 买了银子球学习机之后，我们来到了野外空地上。奇鲁利安正在掌控一颗影子球，小家伙别用蛮力，用念力控制影子球的移动，再慢慢掌控它的动力。闻言，奇鲁利安用念力包裹影子球，随后慢慢尝试移动它。经过2分半的练习后，奇鲁利安越来越熟练。见状，我感觉是时候去挑战道馆了，于是来到了百代市的道馆。这里的对战场地类似小森林环境。在将训练家资格证登记之后，一位女子走了过来：“你好，我是百代市的道馆主蔡种，很高兴认识你，我叫明商。”这时蔡种接过我登记的资料，你才成为训练家3个多月，算是吧？不会不能参加道馆赛吧？不，你的挑战我接受了。很快我们来到
到了对战场上，馆主蔡种介绍起了规则，比赛规则为3v3，任何一方宝可梦全部失去战斗就算结束，只有挑战者一方能更换宝可梦。他刚说完，我便将八大蝶释放了出来。八大蝶是吗？那就决定是你了。草苗龟，一只草苗龟落到了场地上。见状，作为先手的我让八大蝶使用蝶舞，顿时八大蝶在空中翩翩起舞，这让他的特攻、特防和速度都提升了一级。竟然是蝶舞，那么草苗龟寄生种子，刹那间几颗种子飞向了八大蝶，却在半路被空气利刃切开，气刃接着直冲向地上的草苗龟。之后的战斗，八大蝶释放了毒粉，再依靠敏捷的速度躲避攻击，很快草苗龟彻底失去了战斗能力。是我轻敌了呢，那么接下来我可不会留手了，去吧罗斯雷朵，使用魔法液，八大蝶便应后冲撞，顿时八大蝶迎上了一道魔法液。与草苗龟战斗后的八大蝶受了些伤，于是几个技能来回后，他失去了战斗能力。我连忙上前查看八大蝶的伤势，你做得很棒了，好好休息吧。说罢，将他收回了精灵球。随后我拿出了奇鲁利安的精灵球，结果另一个精灵球突然掉落，一只鳞片十分美丽的丑丑鱼出现了，顿时引得馆主蔡种的目光。这是丑丑鱼，为什么会这么漂亮？丑丑鱼你怎么出来了？既然如此，那就上吧。使用泼水，顿时丑丑鱼发出了一道水泡，可罗斯雷朵释放的魔法液却轻松穿破水泡，紧接着重重打飞了丑丑鱼。我快步移动，将它抱在怀里，不痛不痛，我们下次再来打好吗？丑丑鱼顿时有些内疚，他很想帮助到你，哪怕只是伤到对手也好。可上场后，他才发现自己弱得不堪一击，即便这样，你却依旧在安慰着他，对他的温柔与喜欢依旧没减弱半分。丑丑鱼感动的眼睛划过一滴泪滴，下一刻进化的光芒四起，丑丑鱼进化成了蓝白色的美奈斯，顿时开心的蹭起了我的脸颊。太好了，竟然进化了！好好停，回去再说，我们还在对战呢。闻言，美奈斯不舍得回到战场中。这时，罗斯雷朵猛地发出一道魔法翼，美奈斯扭动身躯，一个水流尾将其挡下，紧接着瞬发一记高压水枪，喷射的水枪直击中了罗斯雷朵，将其打得倒飞而出，失去了战斗能力。蔡种连忙将其收回精灵球，随后将一只樱花宝释放了出来。他一抬头就看见一只比自己大无数倍的美奈斯，顿时害怕的后退了一步，转身看着自己的训练家。蔡种也知道自己最强的罗斯雷朵都落败了，这只樱花宝根本打不过，可作为馆主的他又不能认输，于是鼓励道：“樱花宝加油！”闻言，樱花宝默默咽下一口口水，缓缓走向前，使用了树叶技能。结果美奈斯微微一动，就将藤蔓挣断，随后一下用尾巴将其带到美奈斯面前。顿时一声温柔的叫声传来，樱花宝瞬间就陷入了魅惑状态。见状，蔡种走了过来，算了，这样也好，樱花宝也能少受点伤害。我认输，明商你赢了。说罢，他拿出一个徽章，你真的很强，给，这是森林徽章，谢谢了，我也只是运气好而已。你和你的宝可梦都互相信任，这份羁绊值得夸赞，祝你接下的旅途顺利。话音一落，美奈斯兴奋地向我飞扑了过来。就这样，我在百代道馆获得了第1枚徽章。之后的几天，我继续培训自己的3只宝可梦。我首先指挥美纳斯与八大蝶对战奇鲁利安，以此看清这3只宝可梦的战斗力。随后还在商店买了重系技能机花粉团，花了30万后，自己就剩2W 多了。但只要自己宝可梦变强了，就能赚更多的钱。于是我又接着训练宝可梦。几周后，我路过一处自然公园，只见一群人在遗迹前喧闹，其中一位金发女子正在抚摸着遗迹，遗迹里记载着2只宝可梦：时间之神蒂亚卢卡和空间之神帕路奇亚。而此女子正是神奥地区的冠军竹兰西罗娜。我发现她旁边竟然是小智一行人，他们也是第一次看见神奥地区的冠军。这时传来卖冰淇淋的叫卖声，我一转眼才发现竟然是火箭队假扮的，于是笑着走了过去。火箭队你们好。什么火箭队？你认错人了。少来，冰淇淋给我每样口味都来一个。好了，不用紧张，你们若不抓宝可梦，我不会对你们出手。一共多少钱？钱就不用了，你不揭穿我们就行。买了冰淇淋后，我走向对战场地。见状，火箭队几人松了一口气。喵喵有些担忧道：怎么办？喵，现在还动手吗？当然要了，那只猎咬路鲨很强，把它和皮卡丘一起抓到手。这时一位紫色头发的少年缓缓走向竹篮，我认出他正是死傲娇性格的真嗣，正在以训练家的实力向冠军竹篮发起挑战。竹篮答应了这次对战，于是真嗣的暗乌鸦和竹篮的猎咬路鲨开始了对战。暗乌鸦率先使用了黑雾技能，大量的黑雾飘向猎咬路鲨，猎咬路鲨一下跳向空中。见状，真嗣连忙开口道：暗乌鸦神鸟猛击。竹篮这时候笑了一下，那么猎咬路鲨终极冲击，2道身影瞬间剧烈撞到一起，暗乌鸦直接失去了战斗能力。真嗣立马换出自己的王牌土台龟，这时2只机械手臂对准猎咬路鲨和皮卡丘伸了过来，顿时场上传来2声清脆的打击声，一下就将机械手臂击破。只见一只美奈斯出现在了场地上，蓝白的美奈斯显得美丽又神圣。竹篮看见这只美奈斯都愣神了，武藏则两眼冒星星，激动的大喊：小次郎，那只宝可梦我要定了。闻言，我一个冷眼看过去，看来你们不听劝啊。小智有些疑惑，你们是谁？既然你诚心诚意的问我们是谁，闭嘴！美奈斯高压水枪，顿时一发水枪狠狠地将火箭队一行送上了天边。这时候小光惊喜道：明商你怎么来了？这只美奈斯你是从哪里抓到的？说罢他就想抚摸美奈斯的身躯，结果美奈斯一把躲开，随后直接缠在了我身上。我无奈道：好了，别这么记仇嘛。什么记仇？
其实我这只美内斯就是当时那只丑丑鱼啊！你当他面说他丑了，现在还记着你的仇呢。顿时让小智一行吃惊不已。真的，明商你没骗我吧？我骗你有钱赚吗？小光一脸歉意，那个美奈斯对不起。可美奈斯还是没理会小光，像个委屈的孩子又往我怀里贴了贴。无奈我只能抚摸他进行安慰，随后看向竹篮和真嗣，你们的对战还打吗？真嗣轻哼一声，当然要继续。然后又被竹篮的烈咬路杀一招秒，就到这里吧。见竹篮这样说，真嗣只好停下挑战。我明白了，调整好状态我会再来挑战你的，我等着你。那么我就告辞了。这时我却一把叫住了他，我很好奇你会收服丑丑绿毛虫那种宝可梦吗？那种弱小的宝可梦我才不会收服，是吗？我这只美内斯就是由丑丑鱼进化而来的。你还剩下几只宝可梦？2只，你若想对战我奉陪。顿时美奈斯战意十足的往前探了探。好了，你就别去了。说罢我丢出另一个精灵球，一只八大蝶出现在了大家眼前。这是我的第2只宝可梦，来吧，让我看看你能不能赢过它。闻言真嗣将一只圈圈熊释放了出来，结果因为我的八大蝶很灵活，加上又学会了花粉团技能，最终让圈圈熊失去了战斗力。随后真嗣放出最后一只宝可梦电击怪，可惜八大蝶在上一场叠加的 buff 并没消失，加上又有恢复体力的技能，一个冲撞技能后将电击怪击败。真嗣沉思了会道，在大会开始之前我会变强，直到战胜你为止。说完便前往了宝可梦中心，我则是将飞来的八大蝶捧在手心里。小家伙有哪里受伤了吗？只见八大蝶摇了摇头，我取出一些花粉孢子球喂给他。这时小智带着皮卡丘赶过来，明商你的八大蝶竟然都这么厉害吗？都是他自己的功劳，他很努力在变强呢。竹篮也走了过来，你好，我的名字是竹篮，可以让我摸摸你的美奈斯吗？你好，我是明商。美奈斯同意就行。结果我的美奈斯主动贴了上去，你真漂亮啊，美奈斯。听着竹篮的话，我疑惑道，听这语气，难不成你也有一只美奈斯？竹篮点点头，随后也释放出了一只美奈斯。他一出来就被我的美奈斯吸引，微微探个脑袋就想去蹭蹭，结果我的美奈斯反手就是一尾巴抽打，然后躲到了我后面，似乎在告诉对方只有我能蹭他。见状，竹篮开口道，很抱歉，美奈斯怎么可以见面就往别的宝可梦身上蹭？好了，快去道歉吧，不顾我们也过了点。好了，你也道歉吧。即便这样说，我的美奈斯还是死缠在我身上。竹篮欣慰道，你们的感情真的很好呢。明商小智，你们也是来参加这次铃兰大会的吗？小智激动道，当然，我的目标可是成为最强神奇宝贝训练大师。我则淡淡道，我想拿下冠军，其余的不重要，因为我更喜欢和这些宝可梦一起冒险。待会我还要去打道馆抓宝可梦，先失陪了。听我这样说，小智疑惑起来，我已经有2枚道馆徽章了，明商你呢？我只有1枚。怎么会？你的实力不应该只有1枚啊！我知道你肯定是偷懒了，这下我终于超越你了。我无奈道，是，那你要加油啊，我还得去找第4只宝可梦呢。什么？你到现在都还只有3只宝可梦啊？是啊，我穷的没条件收养太多宝可梦，所以我一般会收服合适的或者愿意主动跟我走，毕竟我给了他们承诺就要负责到底。听完我的话，小智一愣，负责吗？突然他想起了自己以前放生的笔调，我接着补充道，我们作为训练家，一生能有好几十个宝可梦，可大多数宝可梦的一生只会认可一个训练家，他们很忠诚，所以我不想辜负他们。当然我也会用我们之间的羁绊赢下比赛。刚才我的八大蝶和真嗣的对战就是很好的例子。我的话让竹篮都微微一愣，他身上的宝可梦好像只留下了最强的6只，剩下的他基本都没管过了。看来我将太多注意力放在神兽上了，待会回去看看他们吧。小智也想到了在大木博士家饲养的宝可梦，决定了拿到冠军就回去看他们。竹篮感慨道，明商我很期待你这次铃兰大会的表现。闻言我有些无奈，你还是先别期待了，我连6只宝可梦养不养得起都不好说，先赚钱才是王道，之后还得存钱娶媳妇呢。那么先走了。很快我消失在众人视野，这时小智才突然反应过来，糟了，我忘记向明商发起挑战了。为明商别跑啊！后面的日子我获得了第2个徽章，训练也在日常进行中。美奈斯因长期训练尾巴非常有力量，奇鲁利安则在日常生活中尽量保持冥想和蓄力，八大蝶也尽量保持顺风状态。由于这3只宝可梦已经快培养到后期，我需要抓紧时间寻找新的宝可梦，同时也要解决钱的问题。第2天我再次启程，就在我思考要收服哪只宝可梦之时，前方逐渐传来摩托车的声音，还伴随着间断的爆炸声。我小心上前观察，才发现原来是2名骑着摩托的宝可梦猎人，每辆车上都有关着几只宝可梦的笼子。此时他们的宝可梦一直在攻击后方。很快竹篮骑着烈咬路杀出现，由于贸然攻击会误伤笼子里的宝可梦，他正一脸严肃地思考办法。我见状小心开口道，又是宝可梦猎人，小家伙咱们走。说罢我将奇鲁利安释放了出来，同时他使用念力将我们躲藏到了树上面。随后奇鲁利安开始囤积念力，就在2辆摩托车经过树下时，奇鲁利安精准控制摩托车浮空。见状我立刻丢出一颗精灵球，顿时一只美奈斯挡住他们的去路。小家伙就是现在！我话音一落，奇鲁利安就控住了2个铁笼，同时美奈斯对着前方使出了水流尾，对方立马放出了护城龙，紧接着就用铁头技能防御，顿时硬头与尾巴撞在了一起，巨大的力量使整个地面都震动了一下。美奈斯有些不敌对方的铁头，可尾巴被震回后，美奈斯又一次使用了水流尾，因为他发现这只宝可梦是很不错的练习对象。见状，一宝可梦猎人愤怒道：“这只宝可梦我收下了，去吧！”坦克臭鼬使用暗袭要害，就在坦克臭鼬往前冲之时，奇鲁利安一颗影子球重创了他。可恶，随风球我们也使用影子球。话音一落，一只随风球发出一颗影子球，但却被奇鲁利安的念力操控住，随后将其丢回，击中了随风球，直接将它打飞了出去。此时我才从树上跳下来，2个铁笼子以及里面的宝可梦也安稳落地。随后奇鲁利
利安从空中缓缓降下悬浮，一宝可梦猎人生气地质问道：“你到底是谁？”闻言我也生气道：“你们这些掠夺别人宝可梦的败类不配知道，小家伙！”话音一落，奇鲁利安向摩托车丢出影子球，顿时2辆作案摩托车被摧毁，紧接着2个宝可梦猎人都被念力控住。赶到的竹篮一脸严肃，他隐隐感觉这只奇鲁利安很强，而且与训练家的羁绊也很深。这时的宝可梦猎人反抗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随风球使用玉石巨髓，猎咬路杀龙息。”顿时一击龙息将冲向我的随风球击晕了过去。见状，我回头谢道：“谢了竹篮姐，出来把八大蝶捆住他们。”说罢，我将八大蝶释放了出来，顿时就放出吐丝将2人绑好。八大蝶还给他们1人来了一下冲撞，好像是在拿宝可梦猎人撒气。另一边的美奈斯已经练上瘾，他不断用尾巴抽打护城龙的头。这时竹篮走过来围观：“你不指挥美奈斯吗？指挥啥啊？你看看美奈斯玩得多开心，那只护城龙是多好的练习对象啊！毕竟我没钱买专用训练器，只能在大自然取材。”这时奇鲁利安和八大蝶带着被关押的宝可梦过来，分别是伊布和戴卢比以及草苗龟，还有小福蛋和帕奇利兹。小家伙们辛苦了。奇鲁利安一下扑在我怀里，八大蝶则停在我肩膀上。见状，竹篮疑惑道：“你这只奇鲁利安是闪光的吗？”因为他发现这只奇鲁利安算是纯白色的，可自己曾经和一位友人的沙奈朵交手，自己可以确定沙奈朵只有绿白配色，闪光沙奈朵的蓝白配色还是他小时候见过的。闻言我解释道：“并不是闪光，这只是一只普通的奇鲁利安，只是我个人的原因导致他吃了很多苦。”竹篮低头沉思了一会，是长期营养不良的后遗症，真聪明，但是没奖励。说完，我看向了美奈斯。好了，美奈斯，对他使用水之波动，顿时美奈斯的尾巴积蓄水元素，接着冲向了护城龙。护城龙闭着眼使用守护想抵挡，结果美奈斯直接绕到他身后甩出水流尾，紧接着再一招高压水枪将其打飞了老远。竹篮见此都笑了，这是和宝可梦之间约定好的假动作吗？你真的很强呢！你少来，你再怎么夸这些宝可梦和猎人都是你带走，我才不想给你擦屁股。这时伊布和戴卢比走上来，见此我将奇鲁利安放到他们俩面前。好了，感谢的话就不用说了，下次一定不能再被抓住。闻言，伊布看着戴卢比发出一声叫声，下一刻戴卢比走向一边摆出战斗姿态。这样啊，你是想跟我走变得更强吗？我看看啊，要不你自己选一个作为你的对手。戴卢比对着美奈斯吼叫了一声，美奈斯开心的扭动身躯来到戴卢比面前，来吧，戴卢比，让我看看你的决心。来吧，戴卢比，让我看看你的决心。戴卢比没有犹豫，直奔向美奈斯。火花正面进攻吗？那么美奈斯甩尾，结果戴卢比的火焰打在美奈斯尾巴上，屁用没有。美奈斯一尾巴下去，他就躺在地上数星星。我还不忘吐槽道：真勇士啊，拿头硬接我美奈斯的甩尾。你没看见护城龙的头都是玩具吗？算了，去吧，精灵球。很快我便收服了戴卢比。伊布这时跳过来看着我，同时不断发出可爱叫声。伊布，你这是什么情况？听不懂的我看向了奇鲁利安，你是说他想跟我走，但是戴卢比想跟我打赢了再跟我走？太好了，10连双金啊！当即开心的拿出另一个精灵球，很快也成功将伊布收服。我兴奋举起2个球，好耶，我有5只宝可梦了，再抓1只绿毛虫就能混进神奥大赛了。闻言，竹篮眼皮跳了跳，我这个神奥冠军还在这呢，当我面说混比赛是不是有点不太好？此时我将戴卢比和伊布放了出来，戴卢比和伊布欢迎加入，我们一起变强吧，目标是拿下冠军。竹篮深深叹口气，看来眼前的男孩同时兼顾热血、冷静和搞笑呢。这时我才和竹篮简单交流了起来，原来他在赶路途中听见了爆炸声，前去查看才发现这伙宝可梦猎人，随后在我的配合下轻松将他们制服。很快我们来到原之市，竹篮先将宝可梦猎人送给君莎处理，我则来到附近的华丽大赛比赛现场。这是一次16组2人对2人的比赛，我发现小智一行人也在，当即就想上前和他们打招呼，哪知半路冒出个女孩子，阿神月玉英，你还记得小女子，这是我的荣幸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听说原之市正在举行华丽大赛，本想来磨练自己，没想到遇到了你，真是我们之间的缘分啊！你开心就好。另一边竹篮也赶到现场，他一眼就看见了我和小智一行人，没想到小智也在啊，很期待你们2个对上后的战斗表现。此时我正和小智一行打招呼道：各位最近过得还好吗？明商你也参加这场的华丽大赛，希望待会能和明商一组，这样我就可以偷懒了。魏小光这样可不行，一定要全力以赴才能变强啊！哈哈，我知道了。谈笑间也完成了随机抽签，小智随到了真4一组，小光随到了一路人男子，小刚则随到了位大姐姐。我举着14号牌寻找13号，一位女子忍不住内心狂喜，看来我们真的很有缘呢。没错，神月玉英就是13号。见状我只能感叹冤家路窄啊。神月则笑得很开心，小女子不才请多多指教。很快到了我和神月的比赛，我们2人来到战场中央，发现对手是一男一女，他们释放出了雪莉怪和玛丽露丽，神月则释放出了帕奇利兹。帕奇利兹吗？那么去吧，戴卢比。顿时一只戴卢比来到了场上，是明商新收服的宝可梦啊！说完，小智就拿出仪器对准戴卢比查看了起来。此时场上的4人开始了指挥，雪莉怪使用极冻光线，玛丽露丽使用水枪，帕奇利兹10万伏特，神月选择10万伏特正面对抗水枪，戴卢比则躲开了极冻光线，同时使用长吼提升了全队攻击。谢谢。那么帕奇利兹电球，戴卢比使用燃尽，只见帕奇利兹
向雪莉怪丢出一颗电球，戴卢比喷出火焰袭向玛丽露丽，紧接着冲过去一记火焰牙，再配合帕奇利兹的电光一闪拿下了胜利。下一场比赛我派出了八大蝶，他的辅助能力把神月给震惊到，因为顺风的效果让他的宝可梦速度翻倍，很轻松就拿下了胜利。到了下场的4强比赛，我与神月对抗的是小刚与他的搭档大姐姐，我率先再次释放了八大蝶。神月见状释放出一只沙漠蜻蜓，主持人激动介绍道：“竟然是沙漠蜻蜓，神奥地区很少见的宝可梦。”神月自豪道：“自从输给你后，小樱比之前更加努力，也因此从超音波幼虫进化成了沙漠蜻蜓。小樱让他看看我们的训练成果。”小刚这边则派出了不良蛙和大葱鸭，此时我的八大蝶围着沙漠蜻蜓转圈圈，是八大蝶的顺风，不良蛙打断他们，大葱鸭厌烦，小樱大地之力，只见沙漠蜻蜓猛然砸向地面，裂开的碎石打乱了对方的进攻，同时八大蝶直直冲向大葱鸭，沙漠蜻蜓仅2秒就急速升了空，随后以极快的速度俯冲向不良蛙，就在大葱鸭上前打出居合斩时，一记吐丝打到他眼前，随后就见不良蛙倒在了龙之俯冲上，紧接着就是八大蝶和沙漠蜻蜓的围攻，一阵爆炸之后，大葱鸭也彻底倒下。见状，神月看着我欣喜道：“明商，我们的进步还是很明显的吧？”对此我直接敷衍道：“阿巴阿巴。”转眼来到咖啡厅休息区，小智满满斗志的看着我：“明商，下午的决赛我会正式击败你。”我淡淡道：“好好，你可要加油啊！”这时真嗣有些不服：“小智，你别拖我后腿就行，你这家伙，我会证明你的想法是错的，随你地便。明商，下午我会战胜你。”闻言我忍不住回对道：“总听见你在讽刺小智，但你连他一半的耐心和善良都没有，缺少感情的人和工具拿什么赢下冠军？别小看我，可你连我的八大蝶都打不过，又该拿什么对抗我的王牌？”看着我离开的背影，真嗣死死咬牙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，竹篮姐姐没想到你也会在这里，很久没见面了，玉音妹妹。两人这时听见了我与真嗣的吵闹，看来你也是来看明商的，他很有趣不是吗？也是根木头的，我都白给了，结果他都没多看我一眼。不过正因为输给了明商，我才明白以前我奶奶说的话，我这一生都太顺风顺水了，注定要经历一些失败。下午华丽大赛的现场，我和神月以及小智和真嗣都来到了对战场上，对方释放出了小火猴和电击怪，神月则派出了沙漠蜻蜓。我犹豫了一会，丢出一个精灵球，顿时一只毛茸茸的伊布出现在场上。哇，好可爱的伊布啊！小女子正想去抓一只呢，伊布吗？可惜了，不是明商的王牌。那么小火猴要上了。真嗣正在咬牙切齿，他清楚记得之前美奈斯带给他的压迫感，而这次却用刚收服的伊布敷衍自己。这时传来裁判的声音，那么原知是华丽大赛的决赛，比赛开始。下一刻，4人的宝可梦都一一释放了技能，小火猴和电击怪发出了喷射火焰和电击，沙漠蜻蜓钻入地下，向着电击怪前进，伊布快速移动，将电击与火焰都躲开。下一刻，沙漠蜻蜓在电击怪旁破土而出，随后一记龙爪和电击怪的雷电拳打在一起。见此，伊布依靠电光一闪，快速朝着小火猴撞去，却在半路发现对方挖洞钻入了地下。下一刻，我惊呼：就是现在！伊布对着后使用铁尾，顿时伊布一尾巴命中了身后刚出现的小火猴，被击退的小火猴立马吐出火焰袭向伊布，来不及反应的伊布直接被火焰击中，同时让其陷入了灼烧状态。火焰结束后，伊布强撑身体站了起来。这时小智激动道：真嗣，沙漠蜻蜓就交给你了！小火猴火焰轮，顿时小火猴滚成一个风火轮袭来。见状，我当即让伊布使用硬撑技能，他直接用头与火焰轮对撞，顿时发出猛烈的爆炸。由于吃到双倍伤害加成的硬撑技能，小火猴率先从烟雾里倒飞了出来，可吃了双倍伤害却还没有倒下，伊布也在烟雾里强撑着身体。该结束了，伊布全力电光一闪，小火猴喷射火焰，只见小火猴的尾巴火焰猛然增强，随后喷出目前为止最强的火焰，当即就与撞过来的伊布发生了猛烈的爆炸。一阵烟雾后，伊布失去了战斗力，小火猴也因为重伤在原地颤抖不止。见状，你连忙将伊布收到精灵球，伊布全力一击也没击败小火猴，自己也没办法，因为派上八大蝶有些耍赖的感觉，派上美奈斯或者奇鲁利安就太欺负人，要是派上戴卢比又学不到什么东西。远处的竹篮自言自语道：磨练伊布的同时也在磨练小火猴，还给了对方获胜的可能性。你真的是在享受比赛而不是为了赢比赛啊！另一边，电击怪被打得节节后退，伴随一记龙息的爆炸将他击飞了出去。可这时电击怪却发出了进化的光芒，很快就进化成了电击魔兽。神月连忙指挥道：小银龙之俯冲，指令刚落，沙漠蜻蜓便升上了空。真嗣冷笑道：电击魔兽打雷！场上顿时落下一道落雷，逼得沙漠蜻蜓只能狼狈躲开。此时的电击魔兽电压暴涨，就要使出10万伏特。见状，神月急忙喊道：小银龙息对撞！只见沙漠蜻蜓发出一道土息，随后土息攻击就与电光撞在一起，可土息攻击却稍落下风，于是沙漠蜻蜓果断斜飞避开攻击。真嗣乘胜追击道：就是现在，终极冲击！小银龙尾迎上去，两者相撞，顿时发出一阵爆炸，爆炸声中沙漠蜻蜓被震飞了开来。小智抓住空隙道：好机会就是现在！小火猴挖洞，可神月突然笑了：小鹰地震！顿时沙漠蜻蜓猛地甩尾砸地，摇晃的场地将小火猴震出了地面。电击魔兽由于受技能后遗症的影响待在原地，沙漠蜻蜓趁机一击龙息将其轰出场外，紧接着转向了小火猴。没等小火猴起身，沙漠蜻蜓一尾巴将其送走。见状，裁判宣告了比赛结束，我也获得了比赛赢的7万联盟币，当即就想离开这里，可下一刻神月就追了上来：明商，可以让我和你一起旅行吗？我想知道你到底有多强。我耸耸肩不在意道：我拒绝，我可养不起你，你还是哪里来的回哪里去吧。神月气鼓鼓的嘟着嘴：明商，你还真是个木头，那我走了。说罢神月气鼓鼓的跑了。
看着他跑远，我很是无奈。我现在只想不断变强，恋爱的事先放放吧，反正最后有沙奈朵垫底。等等，我还不知道沙奈朵性别呢，要是公的咋办？于是我连忙来到宝可梦中心，一是为了治疗受伤的宝可梦，二是做个属性检测。乔伊小姐接过精灵球，开始治疗和检测。我花5万很快变出了结果，可拿到报告时我直接懵了。奇鲁利安、美纳斯和巴大蝶，他们的特性技能全是马赛克。乔伊小姐，你们机器坏了吧？怎么3只都没测全？小智一群人闻声凑了过来。真的，巴大蝶的技能就能测出来？乔伊连忙道歉，非常抱歉，测试费全额退款给你。收款后，我把3只宝可梦放了出来。奇鲁利安操控念力钻进我怀里，巴大蝶落在我肩膀，美内斯贴在我背上。这时小智突然提议道：“不如问问大木博士，他可是研究宝可梦的专家。”于是我们直接接通了视频。大木博士盯着我的宝可梦一会，随后他严肃道：“我知道了，这是卡洛斯地区的 Mega 进化前兆。”我们几个异口同声：“Mega 进化？那是什么？”是羁绊达到临界值的特殊进化，那个形态能获得强大力量。大木博士说着说着突然激动道：“明商能不能把你的宝可梦让我研究一下？你的那几只宝可梦对科学帮助巨大，你的那几只宝可梦对科学帮助巨大。”我看着怀里的奇鲁利安和躲在我身后的美纳斯，只能无奈道：“博士，你那表情把他们吓到了。等我神奥旅行结束再说吧，到时候我再过去找你。”说完我赶紧挂断了电话。我低头看着怀里的奇鲁利安，确认报告上他的性别是雌性，瞬间笑得极其开心，这笑容都有点变质了。他进化成沙奈朵肯定是纯白色的，这可比蓝色更戳我 XP。奇鲁利安似乎感受到我的心意，他害羞地往我怀里又靠了靠。笨蛋主人，人家从拉鲁拉斯开始起自己就喜欢你了。第二天，我和自己的宝可梦来到一处草地上，随后开始训练起来。我和戴卢比一起绕着草地狂奔，一旁的伊布绑着训练腿环在高跳着，另一边奇鲁利安用念力操控大石头砸向美纳斯，美纳斯精准甩尾击碎，碎石又被奇鲁利安重新组装投掷。巴大蝶在空中全程释放辅助技能，没一会儿，我和戴卢比和伊布就累瘫在地。戴卢比抬头望着还在训练的精灵，眼神里满是不甘。我摸了摸他的头，别急，总有一天我们能追上他们的步伐。我去河边洗脸，顺便捡点木头，咱们在这吃午饭。随后我起身取下伊布的腿环，今天表现不错，待会给你找苹果吃。我刚到河边，捧起水泼在脸上，身后就传来奇鲁的叫声。只见奇鲁利安突然冲过来，一把抱住我，哪知没注意力度，让我俩双双坠入了河中。奇鲁利安很快用念力将我们送回了岸上。小家伙，你来了。我抹了把脸上的水，奇鲁利安却一脸笑意。其实奇鲁利安说帮我，不过是想独自占用我一会儿，他一直想和我的关系更进一步。我看着天空感慨道：“小家伙，我们挺过来了呢。我这辈子最幸运的就是遇见你，第一次见面你为啥直接扑向了我？”闻言，奇鲁利安愣住，随即笑着用心声回答道：“我做了个梦，梦里有人一直守护任性的我，可最终因为我的任性，我失去了他。醒来就看见你在眼前。”我笑着调侃道：“看来这噩梦让我捡了个便宜。”而我却没发现他眼底的坚定。主人，那不是梦，是我不愿重蹈覆辙的过往，这次绝不会让你离开我。奇鲁利安突然提醒道：“我们是不是忘了什么？”我猛然一惊，美奈斯他们还等着我做饭呢，都怪你。于是我俩赶紧捡起了干木头，很快做好了食物，饱餐了一顿。休息1小时后，大家都恢复了体力。此时我已经有了3枚道馆徽章，是时候挑战梅丽莎拿下1记徽章了。就在走到半路，我遇到了4大天王的阿柳。草丛中我看到了空中的一颗热气球，里面的武藏笑着道：“天王阿柳，你的宝可梦我们就收下了。”阿柳愤怒道：“你们是谁？为什么要抓我的宝可梦？既然你诚心诚意地问我们是谁。”可没等武藏说完开场白，他们的热气球突然发出砰的一声爆炸。只见我抱着奇鲁利安从一边走了出来。小家伙，影子球！奇鲁利安顿时发出一颗能量球体，狠狠将火箭队一行送上了天边。好讨厌的感觉啊！解决完他们，阿柳上前连忙道：“你好，我的名字是阿柳，感谢你救了我的宝可梦。”闻言我开口道：“我看见一只狩猎凤蝶独自守着一棵树，你要去看它吗？”树狩猎凤蝶？难道是？很抱歉，我先失陪一会。第二天我来到一处休息区，恰好小智和小刚以及小光和真嗣也在这里。寒暄过后，我们看起了这里的对战直播。今天4天王的阿柳将会挑战神奥联盟冠军竹篮希罗娜。此时竹篮与阿柳的对战已经开始，休息区里所有人都在看着竹篮和阿柳的对战直播。阿柳第2只宝可梦倒下之时，我随口说道：“没戏了，阿柳输定了，他的王牌和竹篮的王牌差距太大。”小智不服道：“看起来还很有气势啊，我觉得还有机会。”结果过了一会，竹篮的烈咬路杀一穿5，最后用花岩怪收尾赢下了比赛。小智很是震惊，没想到和明商说的一模一样，竹篮小姐真的好强，不过我一定会战胜她的。这时真嗣突然看向了我，他眼神锐利道：“明商和我3v3对决。”闻言我淡淡道：“和你对战不用3v3，我1只宝可梦就能1穿3。”这话一出，全场瞬间安静。小智他们瞪大了眼睛，真不知你在吹牛还是开玩笑。很快我们来到外面对战场地，我抛出一颗精灵球，小奈上马，顿时一只美奈斯落到场地上，他亲昵地蹭了蹭我的脸颊，随后才不舍得走到对战场地。真嗣率先放出了土台龟，随后一声令下，土台龟飞叶风暴，小纳水流尾。随着我的话，美奈斯一挥尾巴击中飞叶，顿时发出叮叮的碰撞声。他的尾巴经长期训练
早已坚硬如铁。见状，真嗣皱了皱眉，土台龟寄生种子，顿时场上生出几条藤蔓。可藤蔓刚缠上了美纳斯，下一刻他轻轻一用力就挣脱了下来。见此，我笑着下令道：“求雨！”顿时一阵雨滴落下，美纳斯属性得到了提升。随后他扭动身体甩出巨浪，竟短暂挡住了土台龟疯长的植物。小智他们忍不住惊呼：“这是什么招式？图鉴里没有啊！”趁着土台龟技能后摇无法动弹，我向着美奈斯大喊：“水尾冲浪，水流尾扬尾！”只见美奈斯顺着水坑滑行，旋转之后一甩尾巴，狠狠命中了土台龟。又一下树枝上勾拳般挥动尾巴，将土台龟拍翻在地，彻底失去战斗力。见状，真嗣立刻将其收回，随后又立即放出了乌鸦头。可恶！乌鸦头恶之波动，只见一道能量波朝着美纳斯袭来。见此，我却淡淡道：“小娜高压水枪，小娜高压水枪。”话音一落，美纳斯发出一道水枪，随后攻击与恶之波动交错，命中彼此。美纳斯微微缩头忍受疼痛，而乌鸦头直接被击落到地面。要是被近身，乌鸦头必然不是美纳斯的对手。于是真嗣急着喊道：“乌鸦头快飞起来！”可乌鸦头刚要离地，我却嘴角一扬，小娜盐水，顿时雨水在高空集结落下，再次将乌鸦头砸回地面。紧接着一记水流尾狠狠命中了他，直接将乌鸦头撞在一边昏了过去。这时求雨技能已经结束，真嗣放出最后一只电击魔兽。见状，美奈斯顿时就发出了猛烈的水炮，电击魔兽也蓄力放出一道电击，巨量水炮与电击猛地对撞，仅1秒水炮就冲至电击魔兽身前，随后将它击飞而出，撞断了好几棵树。可美奈斯也因导电身上出现焦黑圈，就在其脱力向前倒下之时，我连忙冲过去稳稳接住了他，同时心疼地摸了摸他的脖子：“小奈辛苦你了，好好休息吧。”美奈斯舔了舔我的脸颊，我先将他收回了精灵球，转头看向脸色铁青的真嗣：“带上你的宝可梦，跟我去宝可梦中心。”说完，我便大步离开了这里。治疗好宝可梦后，我和小智一行前往了原之市。刚到这里的道馆门口，就见一个黄毛小子撞翻小智，还喊着我阿迅要成为最强训练家，随后就匆匆跑走，这让小智一脸疑惑。我瞥了眼小智手里的徽章盒，这正是刚刚那家伙的东西，估计他刚打完道馆赛。果然，这时馆主梅丽莎缓缓走出，小刚立马两眼冒爱心扑了上去，却被梅丽莎优雅转身躲开。于是我提议道：“馆主梅丽莎要恢复宝可梦，这样我们才能进行道馆挑战，咱们找地方喝下午茶吧。”小光闻言欣喜道：“好耶，是下午茶。”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宝可梦中心，小智刚拿出徽章盒，就又和折返的阿迅撞上。阿迅指着小智：“这是我的徽章盒，你是小偷。”小智连忙解释，可这阿迅转头看见了我，随后不屑道：“你就是真嗣的对手，那个比赛躺赢的训练家吗？”闻言我一愣，但却并不想解释。见此，阿迅当即提出要和小智进行宝可梦对战，于是众人来到一处对战场地。结果几分钟后，阿迅惨败。这时候馆主梅丽莎的精灵已经恢复好，于是我和小智一行继续前往道馆挑战。小智先行挑战馆主梅丽莎，我抱着奇鲁利安坐在观战席，而阿迅也在一旁观战。看着馆主梅丽莎，我思索起来，因为他的宝可梦大部分是幽灵系，一般系的伊布对幽灵系无效，直接排除，得选能成长历练的伙伴去挑战他。小光突然问道：“明商，你觉得小智能赢吗？”我故意扯着嗓子：“老夫掐指一算，天动万象。”闻言，小光翻个白眼：“明商你怎么这样？”我突然不想问了。见此，我偷笑道：“其实小智的努力你们比我清楚，他指定能拿下这颗徽章。”果然，在一番战斗之后，小智的小火猴拿下了最后的比赛胜利。在梅丽莎将宝可梦拿去精灵中心回复好之后，时间很快就来到了下午。道馆赛场的梅丽莎笑着道：“小智跟我提起过你，就让我看看你的实力吧。”说完，他率先放出梦妖魔，我则抛出精灵球，交给你了八大蝶。见状，阿迅惊呼：“明商居然会收服最弱的八大蝶，而且这颜色怎么不一样？”小光忍不住道：“明商的这只可是很强的，你待会好好看吧。”这时，梦妖魔向八大蝶发出一记精神强念，可我明明没开口指挥，八大蝶却顺势开启顺风，随后灵巧地躲过了攻击。梅丽莎和阿迅同时震惊道：“什么情况？这八大蝶都不用指挥的吗？”紧接着我比了个手势，八大蝶便立刻甩出花粉团，紧接着又丢出2道空气利刃，随后狠狠命中了梦妖魔。梅丽莎惊呼：“他明明没有开口，为什么能这么指挥精灵？”那么梦妖魔魔法闪耀，瞬间场上亮起了闪耀的光芒，可八大蝶只是往上飞了一下，然后就闭上了眼，开始欢快跳舞。众人睁眼才发现这高度刚好避开攻击，同时八大蝶还完成蝶舞强化了自身，这让梅丽莎看呆了，居然是手势指挥。那么梦妖魔精神强念，闻言我打了个响指，只见八大蝶垂直下落，躲开一道精神强念，随后唤出孢子打向了梦妖魔。见此，梦妖魔也连忙释放魔法液，顿时发出一阵爆炸，梦妖魔因此受了重伤，八大蝶也被几个飞叶击中。可下一刻，八大蝶就直直朝前撞去，梦妖魔没来得及反应就被击中，失去了战斗力。阿迅看到目瞪口呆，这八大蝶居然这么强的吗？我的帝王拿波都打不过他吧？而且明商靠手指来指挥战斗也太帅了吧！这时馆主梅丽莎放出了随风球，见状我开口道：“八大蝶辛苦了，回来吧。”可八大蝶却摇摇头拒绝下场，我只能无奈道：“这样啊，那么八大蝶沉粉。”这时馆主梅丽莎也指挥道：“随风球使用鬼火精神强念。”只见随风球很快就唤出了鬼火，随后再用念力将鬼火旋转保护自己。八大蝶则朝着随风球吹出了一些粉末，随风球发出一记奇异之风，将粉末直接吹散。紧接着一个影子球突然袭向八大蝶，反应不及八大蝶被打飞出去，最终体力不支倒下。我连忙冲过去一把抱起了他：“你表现很不错，好好休息吧。”随后我放出
出了一只戴卢比。梅丽莎立即道：“随风球使用鬼火。”顿时朝着戴卢比发出5个球火。见状，我淡淡道：“戴卢比将它接下来。”随后5个球火直直落在戴卢比身上。可戴卢比不仅不受伤，还控制火势让火越燃越大。见此，我大喊道：“戴卢比复仇！”顿时，戴卢比仰天怒吼，踏地将鬼火原路送了回去。紧接着再发出一记喷射火焰，两者配合，直接将随风球的精神强念突破。随后直击中了随风球，顿时发出猛烈的爆炸。爆炸的波动将随风球吹落在地上。戴卢比趁机上前一个咬碎，紧接着再补一发喷射火焰，2道攻击让随风球失去了战斗力。见状，梅丽莎放出最后一只精灵耿鬼，冲过来就是一套影子拳。戴卢比连忙喷射火焰反击，两者攻击都打中了彼此。我呼喊道：“那么戴卢比使用复仇！”只见戴卢比向前低吼，顿时一套影子拳反向打向了耿鬼，可耿鬼却突然消失，随后从下方一拳击飞了戴卢比，直接让其失去了战斗力。我懊恼的拍头，居然算漏了突袭技能，以后要记得预防这招。戴卢比回来吧，辛苦你了。说着，我抛出一只精灵球，一只奇鲁利安优雅登场。他回头瞥了眼我怀里的八大蝶，眼神瞬间带了威压。小家伙这是吃醋生气了。于是我连忙道：“小家伙他受伤了。”闻言，奇鲁利安这才转身进入战斗状态。下一刻，耿鬼的影子拳将至，可奇鲁利安却优雅转身躲开，一个瞬间移动来到耿鬼身后。随后用念力将他挡在自己身前。那些追踪的影子拳直接打中了耿鬼，耿鬼还想还击，却发现自己根本难以动弹。下一刻，2颗影子球近距离击中了耿鬼，使其重重落地昏迷了过去。耿鬼失去战斗力。本次战斗的获胜者是明商。听见胜利的宣告，奇鲁利安瞬移来到我面前，随后用精神力沟通道：“八大蝶他怎么样了？”我安抚道：“八大蝶没事，去宝可梦中心治疗就好。”奇鲁利安这才松了口气，随后用念力帮我接过一记徽章。这时小智兴奋地冲了过来：“明商，下次我们再来一次对战吧。”我刚才看得热血沸腾啊！我摇了摇头，并没有，我最后还是失误了，算漏了突袭这个技能，赢了不就好了吗？你是凭自己的本事拿下的徽章。这时小光凑了上来：“嘿嘿，奇鲁利安，让我抱抱好不好？”结果奇鲁利安果断摇头。见状，我大笑道：“这小家伙估计只让我抱他。”远处的阿迅一脸严肃：“明商的战斗规划与我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，看来我需要换一个追逐的目标了。”道馆赛后，我和小智一行人分开，我先是来到了白羊镇，毕竟这里待会举行的华丽大赛能赚钱，我可不会错过。于是此时美奈斯带着我在水面上乱窜，我则紧紧抱着奇鲁利安。快看，那是明商！快看，那是明商！听见小智几人的呼喊，我转眼看去，发现有小智、小刚、小光和黄发女子爱丽丝。于是我让奇鲁利安用念力带我浮空，收回美内斯之后，我来到了地面上。寒暄一番后，爱丽丝带我们来到一处花园。就在我们喝茶休息之时，一只艾露雷朵出现，她身后还跟着一位小丑男爵。见状，我就知道达克莱伊要来了。果然，一阵奇怪的波动后，达克莱伊从阴影中现身，别靠近这里。可男爵却像见了钱似的要抓他。正义的小智一行立即上前阻止。随着几人展开的战斗，小智不幸被噩梦弹击中，抱着皮卡丘睡了过去。好在皮卡丘一发10万伏特将其电醒。爱丽丝开口道：“那个男爵去时空之塔了，我们也赶上去吧。”于是我们追踪上去，也来到时空之塔。这里华丽的像艺术巅峰，可这时的时空之塔顶端却爆发出一股强光。达克莱伊再次出现，并对着强光警告道：“离开这里！”哪知男爵的艾露雷朵一发攻击干扰了达克莱伊。达克莱伊恼羞成怒，他其实对人类并没有恶意，哪知这些人类却三番来阻止自己。于是达克莱伊立马放出了一个巨大范围的催眠术，见周围的宝可梦陷入沉睡后，他才撤退。明商，我们快追！小智刚要冲上前，却被我拦住。达克莱伊要是想搞破坏，这些宝可梦早活不成了。他分明在找什么东西。于是我们先把沉睡的宝可梦带到了宝可梦中心。就在检查之时，整个白羊镇被拉入另一个时空，朝着大桥怎么走都会再绕回原位。可这时的男爵却蛊惑道：“这一切其实都是达克莱伊搞的鬼，只要打败了他，我们就得救了。”于是他带着大量的宝可梦训练家前去抓达克莱伊。我对着小智一行人开始冷静分析起来。达克莱伊可没空间之力，能掌控整个岛屿空间的只有空间之神帕路奇亚。随后我们调取了最近的录像，把下午的强光画面放大之后，强光里面正是空间之神帕路奇亚。这时我转身走向时空之塔，小智大喊道：“明商，你要去哪？”我淡淡道：“我要去弑神，闯进这里不顾我们生死，不给他尝尝教训可不是我的风格。”小光担心道：“可是他是神兽啊，就算是阿尔宙斯来了，我都要拍他2下。”闻言众人目瞪口呆，无奈只能跟着我一起出发。很快我们来到时空之塔前，只见达克莱伊在空中缓缓出现。“还在这里吗？给我滚出去！”随后一个蓄力黑暗洞砸向塔顶，爆炸直接将帕路奇亚给吵醒，他怒吼着解除了伪空间，顿时整座岛屿陷入扭曲异空间中。可帕路奇亚才刚现身，另一只蓝色神兽就撞了过来。时间之神蒂亚卢卡闻着未来了，随后两神二话不说开始扭打起来，战斗余波的攻击不断砸向城市。达克莱伊飞到时空之塔前，一次次挡住他们。可却还有不少攻击打向城市建筑，城市在消失，再不想办法我们都得死。我大喊着带头冲向时空之塔，爱丽丝也紧随其后。她找到了奶奶留下的奥拉西翁唱片，连忙开口道：“这是能平息怒火的曲子，只要在时空之塔上面播放，就能平息那2只神兽的怒火。”见状我一喜，我让奇鲁利安用瞬间移动送你上去。闻言众人瞬间蒙圈，明商瞬间移动不能带人啊。于是商量一番后，我们打算用热气球，可热气球刚起步就有一道余波袭来，好在达克莱伊冲过来护住了我们，这更加证明他是一只好的宝可梦。而那2只神兽不管不顾的战斗，我决定要阻拦住并教训他们一顿。于是我看向奇鲁利安：“小家伙，我们一起战斗吧。”于是我
放出八大碟，齐鲁利安念力浮空升空，八大碟空气利刃。只见2道利刃抵消了打向热气球的余波，我和自己的宝可梦则全力保护热气球的重量。可蒂亚卢卡和帕路奇亚的攻击越来越猛，下一刻热气球就不慎被流星群余波击中，小光一个重心不稳摔了出去，我瞬间俯冲而下接住了他，随后被在齐鲁利安用念力稳稳落在地上。别怕，没事了。可我刚放下他，就听见神兽怒吼起来，一看才发现竟是时空咆哮和亚空列斩。即便我第一时间朝着小智大喊快跑，可两神的大招却已经快速袭来，我立马扑倒齐鲁利安八大蝶和小光。一阵爆炸过后，小智被齐鲁利安用念力救下，他递来唱片开口道：“明商，快把他送上去。”于是我带着齐鲁利安用念力飞向顶楼。这时帕路奇亚的波导弹突然袭来，见状我连忙丢出美奈斯，他的一记水流尾撞上了波导弹，可我们却被爆炸炸到了墙上。好在唱片掉下去被小智的母克鸟接住，感受着身体的疼痛，我无奈道：“自己终究不是主角吗？”神兽的攻击果然厉害，我先是收回了八大蝶和美奈斯，随后和齐鲁利安飞到上空。下一刻我嚣张大喊：“那边的那两个蠢货，快看这里，逆蝶要来揍你们了！”顿时全场瞬间沉默，因为两神居然真停了手。他们先是感应了下创造自己的阿尔宙斯的位置，在感受不出之后，他们顿时就怒了。只见帕路奇亚反手就是一颗波导弹打过来，这时齐鲁利安连忙解除了念力，这让我们后仰下坠躲过了波导弹。齐鲁利安趁机丢出一颗影子球，攻击直冲帕路奇亚的眼睛，蒂亚卢卡则抓住机会也击中了帕路奇亚。下一刻我放出了八大蝶，他榨干体力释放大量花粉团，这成功干扰了蒂亚卢卡的攻击。帕路奇亚则趁机躲开攻击，紧接着再次蓄力大招。蒂亚卢卡见状也开始蓄力自己的大招，一旦他们的蓄力大招打在一起，产生的余波足以破坏城市。这时达克莱伊连忙冲过去用暗领域控住他，可他也渐渐体力支撑不住。这时我放出了美奈斯，两发高压水枪分别狠狠击中了两只神兽，随后就收回了美奈斯。两神因此愤怒地盯着我，可此时齐鲁利安的超能力能量已经见底，于是我将其收回后，身体从高空急速下坠，可我还是笑着竖了个大拇指，这对他们来说是赤裸裸的挑衅。突然齐鲁利安冲出来死死抱住我，泪水打湿我的衣服，八大蝶也落在我肩膀上，美奈斯在精灵球里蠢蠢欲动，我无奈又感动。你们啊，至少我是人生赢家。我抬手朝着两神招手，用自己和宝可梦的性命为奥拉席翁的演奏拖了时间，这一战就算输了也值了。下一刻周围就响起了古老的钟声，绝美的奥拉席翁音乐流淌在四周，紊乱的空间渐渐稳定。只见时空之塔长出巨大的光之翅膀，散发的治愈之光笼罩整个全场。我紧紧抱着齐鲁利安下坠，同时直面帕路奇亚和蒂亚卢卡。收到奥拉席翁的音乐和治愈之光后，他们的怒火慢慢消散，身上的伤势也在逐渐恢复，我的宝可梦们也得到治愈。下一刻蒂亚卢卡分出一点蓝色光芒飘向我，齐鲁利安还以为是什么攻击，连忙挡在我身前想阻止，我摇摇头拦住了他。蓝色光芒飘入我脑中，下一刻心灵感应在我脑海中响起，你能否告诉我你的名字？我笑着回应道：你好啊，蒂亚卢卡，我叫明商。闻言，蒂亚卢卡深深看了我一眼，随后转身离开了异空间。此时的帕路奇亚也低头向着岛屿道歉。地面的小光哭着喊道：帕路奇亚是笨蛋，快让城镇恢复。闻言，帕路奇亚全身发红，顿时便使得空间扭转起来，白羊镇瞬间从破旧不堪变得焕然一新。可做完这些，他却缓缓飘到我面前，我无奈道：动手吧。闻言，齐鲁利安立马蓄力影子球，八大蝶也唤出花粉团。下一刻，一道心灵感应响起：你误会了，很抱歉将你们卷进来。明商，我会记住你的名字，望你之后能帮助我们。话音一落，时空一阵扭动，转眼我就和宝可梦们回到了地面上。小光瞬间扑上来抱住了我，同时满眼泪水。明商，你没事真的太好了，我还以为你……此时齐鲁利安从我们中间探出脑袋，他不满地叫了一声。小光连忙道歉：啊，对不起，齐鲁利安。小智跑过来疑惑道：明商，你刚刚去哪里了？我开玩笑道：我说我去骂了一顿帕路奇亚，你信吗？小智耿直点头：真的吗？实在是太厉害了。闻言我无奈笑了，当然是假的，不过这一切总算结束了，我都想喝杯下午茶了。于是我们一行打算好好休息一番。临走时我瞥见一处影子，只见一只达克莱伊对我点点头，随后他就消失不见。这时爱丽丝带我们来到了咖啡店，可老板娘却摇摇头：抱歉，今天调整一天，明天再来吧。可她看清了我的脸后，瞬间上前抓住了我的衣服：你就是时空之塔上对抗神兽的英雄吧？快请进，老公快出来接待一下大英雄。见状我直接愣住，爱丽丝笑着说：你对抗神兽的样子被很多人看见了，真的很帅。很快老板娘把我们带到一处后院，这里周围满是花草，众人开始聊美食对战和接下来的旅途。一场灾难过后，白羊镇的日常重回正轨，而我不仅让神兽欠了人情，还成了全民偶像，这趟旅途太值了。几天后，白羊大赛如期举行，现场人山人海，分为华丽表演赛和热血对抗赛。我则选择了对抗赛，毕竟要磨练伊布和戴鲁比，等齐鲁利安进化成沙奈朵再考虑华丽赛。在热血对抗赛的前2场入围赛，我只用伊布和戴鲁比就轻松获胜。大赛的第3天，小光带着波加曼跑来找到了我，我疑惑道：小光，你的比赛在下午啊？这才7点。闻言，小光瞪大眼睛：真的吗？波加曼歪头看着他，明显也不清楚。这时我开口道：那么我的宝可梦们要开始锻炼了。我话音刚落，齐鲁利安、美奈斯和八大蝶就出现了，可美奈斯打着哈欠爬进我怀里继续睡觉。见状，齐鲁利安用念力摇了摇，一旁的八大蝶也吹出粉末挠他鼻子，顿时发出啾的一声。美奈斯一脸委
委屈地缩了回来。他看着我像要告状似的。见状，小光羡慕道：“好温馨啊，明商我能一起锻炼吗？”于是岛屿边，戴卢比在奔跑，伊布在负重高跳，奇鲁利安用念力组合碎石丢向美纳斯，美内斯甩尾击碎，反反复复。上空的八大蝶则在辅助提速。见状，小光激动道：“明商，教教我怎么训练宝可梦呗！”闻言，我认真道：“首先得了解宝可梦的技能和优缺点，关键是改变固定思维才能创造专属招式。就像我美奈斯的打潮，就是改版的水之波动。”闻言，小光眼睛一亮，当即就放出了卷卷耳。郭嘉曼用玄巢包裹自己，卷卷耳急动光线动外层，试试雕刻自己。话音一落，两只宝可梦就纷纷释放了技能，可第一次雕出来歪歪扭扭。我建议道：“你用泡沫光线的球当参考，1米大概10个球叠起来的样子。”有了我的提醒，小光宝可梦的雕刻进步巨大。很快训练结束，我拿出三明治和宝可梦口粮，奇鲁利安飘进我怀里，和我共吃一块三明治。小光好奇道：“能听听你们的冒险故事吗？”我笑着回忆起来，我收服奇鲁利安时，他还是拉鲁拉斯，见到我的第一眼，小家伙就主动迎了上来。也许这就是命运的邂逅吧。不过我那时候经常饿肚子，有次在森林找了一下午，只找到一个苹果，于是我们一人一口分着吃。他想让我多吃一口，我也想让他多吃一点。一个苹果，我们愣是吃了几分钟。听到这，奇鲁利安靠在我怀里轻笑起来。明明是艰苦的经历，可此时我们脸上只有幸福。我接着调侃道：“现在熬过去了，以后就等着他们养我了。”这时传来小智的声音：“小光明商。”只见小智和小刚走了过来，见状我开口道：“下午的华丽大赛，小光要加油啊！”闻言，小光自信的点了点头。于是我们来到了比赛现场。这时候出现了对抗赛的32强抽签结果，大屏幕上显示我对战小智。见状，小智激动道：“明商终于等到这天了，我一定会战胜你。”我无奈笑了笑：“那咱们得好好打一场。”于是两人来到对战场地，去吧，小火猴！戴鲁比我们上！顿时，小火猴的一道火焰风火轮滚滚而来，我大喊道：“戴鲁比移花接木！”戴鲁比看准时机冲撞了过去，直接就打断了火焰轮。可下一刻，戴鲁比就被喷射火焰击中后腿。我立马下令道：“还回去使用复仇！”顿时，戴鲁比喷出一道火焰，竟硬生生压过了小火猴的攻击。突然，小火猴尾巴火势暴涨，这是他触发了猛火特性，于是戴鲁比被猛地震开，随后立刻全力用出了闪焰冲锋，小火猴也全力的喷射火焰应对。顿时，两道火焰相撞一起，巨大的爆炸让场地浓烟滚滚，烟雾散开，戴鲁比率先倒下。见状，我收回他：“你表现得很棒，好好休息吧。”那么就决定是你了。伊布电光一闪，只见一只伊布落到了场地上，随后就迅速冲向了小火猴。即便小火猴连忙使出硬撑技能，可攻击过后他还是彻底倒下。只见小智将其收回精灵球，随后派出了一只涌圈鼬，顿时就发出一阵音爆。好在伊布灵活跳开了这道攻击。这时我指挥道：“伊布电光一闪 Z 型抖动。”只见伊布依靠弹跳频繁变向，涌圈鼬根本难以瞄准。观察一番，小智开口道：“涌圈鼬他在身后。”没想到下一刻一道音爆就打中了伊布。我大喊道：“伊布舍身冲撞！”可小智紧接着也喊道：“涌圈鼬水流裂破升空！”闻言我一拍脑门，忘了他是飞行系冠军了。由于伊布没有对空能力，最终被水之波动击中，失去了战斗力。收回伊布后，我释放出了八大蝶，当即就挥出一记空气利刃，涌圈鼬则用水之波动抵挡。紧接着对方就发出了一道音爆，八大蝶一扇翅膀躲开了攻击，涌圈鼬的水枪打不到八大蝶，反倒是八大蝶的虫鸣命中了涌圈鼬。随后两道空气利刃紧随其后，涌圈鼬吃力站起，最后蓄力超大的水之波动。我急喊道：“全力花粉团！”只见八大蝶抛出很多孢子，下一刻就发出了猛烈爆炸，八大蝶倒飞出去没有倒下，而涌圈鼬则脱力倒下，失去了战斗力。此时小智派出了他的皮卡丘，顿时就是一记10万伏特，八大蝶连忙下降躲开，随后一记舍身冲撞冲向了皮卡丘，皮卡丘则一记铁尾撞向了八大蝶，相撞后双双倒飞了出去，八大蝶率先昏迷倒地不起。小智刚兴奋地喊道：“太好了，明商终于能对战你的王牌了！”哪知裁判却宣布道：“八大蝶失去战斗力，获胜者是小智。”闻言，小智突然愣住：“什么？我获胜了？”我一脸尴尬：“比赛是3v3，你已经赢了。”闻言，小智瞬间崩溃：“搞什么？我以为是6v6，我还想对战你的美奈斯呢。”观众席也炸开了锅，明商的美奈斯都没上场就输了。小刚也笑着道：“估计这是小智最不想赢的一场比赛。”此时我走到小智面前：“恭喜了小智，祝你接下来拿优胜。”小智无奈道：“谢谢你的鼓励，下次交手你一定要先出美纳斯啊！”我无奈答应。随后我转身离开了比赛现场。就在路上传来了小光的喊声：“明商，你要走了吗？”看着小光低着头一脸不舍的样子，我笑着调侃道：“干嘛搞得像生死离别？我们还会再见的。等我变强拿到了冠军，那时候我再给你答复。”闻言，小光瞬间脸红，随后支支吾吾道：“明商，你不要乱说。”我摆摆手转身离开。小光一直目送我消失在视线。很快我来到新城市的咖啡厅，我知道反转世界的奇拉蒂娜很快就要出场了，毕竟帕路奇亚和蒂亚卢卡的冲突可没结束。此时我抱着奇鲁利安享用下午茶，心里盘算着训练计划。奇鲁利安机动性够，但要进化成沙奈朵；美奈斯攻击力强却机动性差。八大蝶快到上线了，戴鲁比和伊布还需实战积累。既然如此，不如全员实战磨练。于是我立马向老板借了厨房，很快做好5种口味的蛋糕卷和桃酥，随后摆到大街上吆喝起来：“来瞧一瞧，看一看。”
对战赢了就送蛋糕。顿时一个蓝发女子被吸引住，蛋糕怎么卖？我却拒绝道，蛋糕不卖，1v1对战赢了选一种带走。闻言他眼睛一亮，好，那去把长耳兔。见状我让戴卢比上场。经过几回合的战斗之后，戴卢比用咬碎技能轻松制胜。女子失落道，你的戴卢比真强啊，是我输了。可这时我却递上了2块桃酥，你的长耳兔也不弱，这是补偿你的。闻言他欣喜地尝了一口，顿时眼睛放光道，我还能挑战吗？留着蓝莓味的等我回来。女子走后是一位中年女子，拜托你了水箭龟。我则喊出了美奈斯，小娜起床了，赢了今晚我抱你睡觉。美奈斯瞬间清醒，可齐鲁利安在一旁不满嘟着嘴。见状我安慰道，小家伙后面你打赢了也一样。齐鲁利安这才两眼放光起来。之后美奈斯和水箭龟斗了10几个回合，最终一记水流尾拍晕了水箭龟。打完后美奈斯立马钻进我怀里蹭来蹭去，我笑着安抚道，小娜表现真不错。这时候一个小女孩走了过来，大哥哥不用那只漂亮的美奈斯好不好？我想吃蛋糕。没问题，那么去吧伊布。可下一刻小女孩就掏出了一只喷火龙，我和伊布都懵了，我这么小的伊布怎么打得过你那么大的喷火龙？可没想到小女孩完全就是瞎指挥，伊布居然差点都赢了。这喷火龙明显是父母用来保护她的，可自己输了就得履行承诺。于是我笑着递上抹茶味蛋糕卷，恭喜你赢得了胜利。小女孩第一口就喂给了喷火龙，随后就满意的离开了。很快之前的蓝发女子就带着个蓝发青年走了过来，我要吃蓝莓味蛋糕，哥哥快帮我。闻言青年礼貌道，你好，精灵对战赢了就能拿蛋糕吗？没错，蓝莓味还给你妹妹留着呢。于是青年放出了一只青铜钟，见状我眼睛一亮，随后看着齐鲁利安开口道，小家伙该你了。只见齐鲁利安悬浮上前，随后就和青铜钟战斗起来。可这场战斗打得极为艰难，双方的念力对拼不相上下。由于影子球和精神强念对青铜钟作用甚微，青铜钟还会预知未来的技能，最终青铜钟击败了齐鲁利安。他顷刻就一脸委屈巴巴的看着我，似乎在说对不起我输了。我轻轻抱起了他，小家伙你已经很棒了。青年看着自己疲惫的青铜钟，忍不住暗自惊叹，这只齐鲁利安真强啊，明明青铜钟克制了他都打得这么吃力。这时我递上蓝莓蛋糕卷，开口道，恭喜你，这是你的获胜奖励。蓝发女子欣喜地接过蛋糕卷，青年则笑着道，你是要参加铃兰大会吧？祝你取得好成绩。在他们离开后我也收了它，今天的实战收获满满，自己宝可梦的短板暴露无遗，那么自己接下来的训练方向更明确了。第二天，依靠前世的记忆，我和齐鲁利安在巷子里静待奇拉蒂娜的剧情。突然听见波加曼朝旋的喊叫声，随后就见小智带着谢米被几十只小刺怪追击，波加曼的水龙卷根本拦不住。小智刚想让皮卡丘攻击，却发现小刺怪全摔在了地上。此时我和齐鲁利安一边缓缓出现，哪知这时追来了一只大型自爆刺怪。我冷喝道，小娜高压水枪。只见美奈斯的水柱横扫了过去，很快便抵挡住了这只自爆刺怪。见状小光欣喜道，明商谢谢你，我们有些急事，待会花田见。他说完便和小智匆匆跑上了火车。不久我慢悠悠地赶到了花田，只见远处的一空间一阵波动，随后奇拉蒂娜带着小智小光缓缓出现。可下一刻奇拉蒂娜就被一架飞机死死控住，还拖拽到了水域上空。名为杰洛的男子兴奋道，这可是我花费巨资打造的专用飞机，哈哈，传说宝可梦奇拉蒂娜，你的能力是我的了。见状我明白他是要复制奇拉蒂娜的能力，可复制后奇拉蒂娜将有生命安危。于是我借助齐鲁利安的念力浮空后，趁机从后面进入飞机拔了电源，断电的飞机突然急速下落，奇拉蒂娜一下摔进下方的湖中，小智小光和小刚从高空掉了下来。就在这时我和齐鲁利安浮空现身，有各位需要帮忙吗？明商你来了。小智和皮卡丘又惊又喜，在齐鲁利安用念力把他们平稳降到地上之后，奇拉蒂娜也虚弱地爬上了岸。见状我挠挠头，问个问题，我能收服他吗？目前正好缺个宝可梦。小光急喊道，当然不行，你在想什么？我笑着暗示道，那奇拉蒂娜这么虚弱，咋给她治疗？闻言小智怀中的谢米跳了下来，随后他亮起绿色的治愈光芒，奇拉蒂娜很快重新站了起来。可一架战斗机咆哮而来，里面的男子杰洛咆哮道，不要妨碍我，奇拉蒂娜的力量是我的。见状我立刻对战齐鲁利安开口道，小家伙准备战斗。可战斗机扭头就飞进了反转世界，既然你们都在外面，那这反转世界就是我的了。见状我和齐鲁利安跟着奇拉蒂娜也进入了其中，反转世界原本繁星点点美的震撼，可此时四周却毒气弥漫，顿时身后响起一阵爆炸声，只见奇拉蒂娜被杰洛的飞机撞在冰柱上，滚落的巨石压住她的下半身，同时杰洛对准她蓄力火球，既然不能为我所用，那么就给我去死吧。闻言我大喊道，小家伙影子球。只见一颗能量球撞向了飞来的火球，紧接着齐鲁利安用念力移开压住奇拉蒂娜的巨石，随后我唤出了美纳斯，小奈快用水流尾。说完我不禁内心吐槽，这奇拉蒂娜明明是个神兽宝可梦，可智商是真不行，空有力量不会用。于是我对着他开口道，奇拉蒂娜信我就听指挥，影子球打喷射器，暗影突袭近身龙爪。话音一落，奇拉蒂娜便丢出了影子球，杰洛刚让飞机躲过了攻击，齐鲁利安的影子球一个拐弯便打中了飞机，顿时引发了一阵爆炸。只见奇拉蒂娜从雾中冲出，一下咬住飞机翅膀撞向一旁。见状我放出所有对空宝可梦，下一刻所有的技能攻击都打向了杰洛的飞机，可冒烟
烟的飞机并没有因此坠落，反而杰洛调转飞机朝着我们蓄力火球，同时飞全速朝着我们撞来。既然我得不到，那大家一起陪葬吧。没想到杰洛竟想同归于尽，可飞机的速度，齐鲁利安来不及用念力躲开，美奈斯瞬间缠上我，随后全力对着飞机释放水炮，齐拉蒂娜也冲了过来。下一刻，飞机撞上的瞬间直接自爆，巨大的爆炸响彻反转世界。等到烟雾散去，我浑身都是烫伤，连滚带爬抱起躺在地上的齐鲁利安。小家伙快醒醒！他虚弱地动了动眼皮，见状我赶紧把他收回精灵球。小娜戴卢比呼喊中，美奈斯和戴卢比也缓缓睁开眼，我连忙将他们收回精灵球。随后看到一旁被巨石压住的巴大蝶，好在齐拉蒂娜帮忙叼走了巨石，我这才一把将巴大蝶抱在怀里。巴大蝶你怎么了？可不管我怎么呼喊他都没有回应，看来只能去外面再想办法了。很快齐拉蒂娜动用权柄将我送出反转世界，外面的有小智、小刚和小光，见我出来他们刚想开心，却见我浑身都是伤痕。此时我抱着怀里的巴大蝶痛哭起来，这只一直努力变强想保护我的蝴蝶，难道真的离我而去了吗？看到不远处的谢米，我像是找到救命稻草一般踉跄跑了过去。谢米，求求你救救他，我求求你了。下一刻谢米发出绿色的治愈光芒，我身上的烫伤全好了，可巴大蝶依旧没反应。见状我抱着他泣不成声，巴大蝶睁开眼睛看看我了。恰好下一刻清晨阳光升起，不少谢米的同伴们全变成天空形态，随后飞过来团团围住了我。下一刻就爆发出强烈的治愈光芒，美奈斯、齐鲁利安、戴卢比全被唤了出来。他们伤势逐渐痊愈。此时的巴大蝶缓缓飘到我怀里，它的翅膀泛起绿光，同时气息也渐渐恢复。见状我喜极而泣道：你没事真的太好了，谢米实在是太谢谢你们。美奈斯他们也扑过来紧紧贴住我。此时的谢米们也逐渐离开，飞来齐拉蒂娜向我低头谢道：感谢你的帮助。说完他便带着怒火冲向天空。我刚想收回巴大蝶，他却拉住我的手。到了花田中央后，我疑惑道：你是想要花蜜吗？可他却摇了摇头，随后在漫天花瓣中跳起了舞。小刚瞪大眼睛惊呼：那竟是求偶之舞！我和小光、小智都看傻了。此时巴大蝶的舞步越来越美，她的身躯泛起绿光，渐渐从巴大蝶变化成了仙子般的人形，同时柔情似水地看着我，飘过来伸手触摸我的脸颊，我直接就惊呆了。巴大蝶，你是我的巴大蝶吗？她笑着点了点头，随后鼓足勇气慢慢靠近我的脸颊，可就在快要触碰瞬间，她突然变了回去。下一刻，齐鲁利安和美纳斯冲了过来，把我死死护在身后，同时嘟着嘴瞪着巴大蝶。齐鲁利安暗自下定决心，必须尽快进化成沙奈朵，不能让别人抢走自己的训练家。远处小光见状也愣住了，我和明商都还没告白呢，怎么就被他的宝可梦抢先了？我无奈笑着安抚好3只宝可梦，内心却纠结起来。原本只想要沙奈朵，没想到巴大蝶竟然能化为人形，真是左右为难啊！很快我们到了宝可梦中心复查，小智连忙给大木博士打了电话，同时兴奋地开口道：大木博士有新发现，明商的巴大蝶居然能进化为人的形态，不过几分钟后就变了回去。闻言，大木博士立刻激动起来，还有这种情况？明商快让我研究一下，条件你随便开。闻言，我看向了巴大蝶，此时他摇了摇头，随后紧紧贴着我。见状我无奈道：我尊重他的意见，他不同意我也没办法。大木博士急忙道：我想我有办法让他保持进化形态更久。巴大蝶顿时眼睛一亮，他看向我，最终点了点头。太好了，那你们在神奥等我，我现在就过去。几天后的一处宝可梦中心，大木博士今天一来就对巴大蝶进行了研究，我正抱着巴大蝶和小智一行等待研究结果。此时大木博士推开门：久等了，你的巴大蝶种族值测不出来，还藏着未知能量，这不是 Mega 进化，而是和你共鸣的羁绊进化。小智看了眼实验数据，惊呼起来：你这数据竟比闪光巴大蝶的数据还高。大木博士补充道：明商的这只巴大蝶从绿毛虫直接进化，也许是濒死时的求生欲促成，也可能是对训练家之间的强烈羁绊促成，现在他的身体完全正常。公布这些数据，你完全能当博士了。大木博士话音刚落，我立马摆手。大木博士大木博士，我更想和自己的宝可梦去冒险，这个公民归你，收益归我。闻言，大木博士掏出一张卡，既然如此，便由我公布了。这张卡里有100万联盟币。见状，我激动地收起这张卡，自己穷到现在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一笔巨款。大木博士接着道：我现在就想拍下巴大蝶进化的视频，想看看它的人形是啥样的。闻言，我闭上眼睛感应起来，下一刻巴大蝶逐渐亮起了光芒，光芒过后，它又变成仙子般的模样，可没等大家看够，它就变了回去。这似乎能量不足，还是别的原因。我摸着失落的巴大蝶，以后叫你灵儿好不好？闻言，他飞过来紧紧抱住我。齐鲁利安和美纳斯立马吃醋嘟嘴，见状我也很无奈，转头对大木博士开口道：视频等卡洛斯研究透 Mega 进化再公布，不然灵儿会被捕捉，还会有宝可梦被抛弃。大木博士点头道：那是自然，我用名誉保证。这件事之后，我与小智一行告别，我们接着来到郊外平原休息。此时我正带着齐鲁利安烤串，戴卢比和伊布在一旁狂奔，美奈斯躺在小溪睡觉，巴大蝶停在树枝上歇凉。整顿一番后，美奈斯欣喜地跑了过来，同时他递给了我一颗石头。齐鲁利安一脸惊喜，他用心理感应开口道：主人，这块石头在呼唤我。我瞬间狂喜，一把抱住齐鲁利安和美纳斯，看来这是你的 Mega 石啊，我们运气也太好了。第二天我来到了城镇，在此遇到了希罗娜和神月玉音，神月当即就提出和我进行宝可梦1v1对战，希罗娜主动当起了裁判。面对他派出的沙漠蜻蜓，我缓缓放出了一只巴大蝶，激斗了几个回合之后，我认真道：灵儿，让他看看我们的羁绊。下一刻，一道绿色强光包裹住了巴大蝶，光芒消散后，一位人形的仙子现身，希罗娜和玉音都惊呆了，宝可梦竟变成了人，不是这对吗？这个形态的巴大蝶全属性都得到了不少提升，很轻松便取得了对战胜利。希罗娜上前好奇
奇的开口道：“明商，你这是 Mega 进化吗？可这进化怎么能让八大蝶化为人形的？太不可思议了！”闻言我解释道：“算是吧，只是我运气好而已。”一旁的玉英嘟着嘴：“明商，你作弊，我也要给小樱找 Mega 试。”闻言我提醒道：“训练家和宝可梦羁绊不足的话，强行超进化会出事的。卡洛斯就有宝可梦攻击训练家的案例。”希罗娜和玉英对视一眼，真正互相信任的伙伴吗？自己和自己的那些伙伴一定能跨过这个门槛。希罗娜话锋一转：“明天下午我和卡路尼有场对战，这场冠军间的对战想必对你们有所帮助，有机会可要过来看看啊！”闻言我连忙道：“那今天我先去打道馆。”于是第二天一早，我便在道馆拿下了第7个徽章。对战中戴鲁比进化成威风凛凛的黑鲁加。等我来到公园，就见到了希罗娜和玉英。野炊后过后，希罗娜笑着开口道：“那么走吧，去我的别墅。”下一刻，一架私人直升机缓缓降落。不愧是神奥联盟的冠军，就是有钱啊！很快，我们来到了一处别墅大院。芥子兰博士早已等候多时，他上下打量我：“你小子才17岁，别对我家希罗娜有想法。”众人瞬间石化。这时，一架直升机缓缓降落，卡路尼笑着向我们走来。好久不见，希罗娜。看到我后，他眼睛一亮：“你就是明商？我在电视上见过你参加宝宝杯。”得知我的八大蝶能 Mega 进化之后，卡路尼很是激动：“快让我看看进化钥匙和石头！”闻言，我双手一摊：“没有啊，我从没喊过 Mega 进化啊！”众人纷纷震惊住了，没想到这个新人和宝可梦的羁绊这么强。3v3的对战很快在院子里开始，我放出了自己所有宝可梦围观。玉英突然凑过来问道：“明商，你觉得谁会赢？”我淡淡道：“希罗娜的宝可梦整体实力更强，不过这个其实也说不准。”只见希罗娜放出了一只冰伊布，卡路尼则派出年美龙，顿时就是极动光线和水之波动的对波。一顿交锋后，破坏光线将冰伊布击飞。希罗娜笑着拍出了海兔兽，很快击败年美龙，扳回一局。见状，卡路尼放出冰雪巨龙，却还是被海兔兽的终极冲击击败。有趣的是，海兔兽竟把自己给甩晕了。卡路尼最后派出了沙奈朵，那么拜托了沙奈朵 Mega 进化。话音一落，场上发出了进化的光芒，强光过后 Mega 沙奈朵闪亮登场。见状，希罗娜也放出了烈咬陆鲨，舞于天际把烈咬陆鲨，那么挖洞突袭。沙奈朵一下瞬间移动躲开了攻击，两人指挥快如闪电，2秒内完成攻防转换。下一刻，沙奈朵全力月光之力，烈咬陆鲨也全力终极冲击，流星般的烈咬陆鲨撞上巨大的月光光球，顿时发出席卷全场的爆炸风波。在烟雾消散之后，烈咬陆鲨和沙奈朵同时倒地。见状，两位冠军连忙将其收回了精灵球。这场战斗是势均力敌的对战。告别了希罗娜、卡路尼和玉英之后，我直奔水脉市的最后一个道馆徽章。依靠美奈斯和奇鲁利安，我也是轻松拿下。握紧徽章，我内心激动不已。铃兰大会我来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坐船来到了铃兰岛。很快，我在这里的宝可梦中心报了名。一处比赛现场，竹篮与卡路尼都打起了精神，玉英、真嗣、小光、小智都在观众席观看。穿过走廊，我来到比赛现场。裁判开口道：“这次对战场地为草地，是妮娜选手和明商选手的3v3对战。那么，请双方选手派出第一只宝可梦。”妮娜开口道：“去吧，罗斯雷朵！去吧，罗斯雷朵！”一只罗斯雷朵落到了场地上。此时我取出一个精灵球，灵儿拜托了。只见一只八大蝶缓缓飞出，它依靠敏捷的身手躲避攻击，再用麻痹粉和毒粉取得了胜利。面对妮娜放出的盆栽怪，想到纯颜系4倍克制八大蝶，我果断派出了一只伊布。在盆栽怪被伊布电光一闪撞上了之后，妮娜立马换上了土台龟。见状，我也换上了黑鲁加。经过几番打斗之后，黑鲁加一发喷射火焰击败了土台龟。随后我再次放出了伊布，妮娜无奈放出盆栽怪，顿时就是一发监视攻击。伊布上前用铁尾挡了下来，紧接着一个电光一闪，狠狠撞上去，盆栽怪瞬间就倒地不起。见状，裁判宣布道：“盆栽怪失去战斗力，获胜者是明商选手。”卡路尼震惊地看向竹篮，明商的指挥分析和压制力都好出色，还能瞬间抓住失误。你确定他是第一次参加大会？竹篮点了点头，数据不会错的。他成为训练家还不到4个月。真嗣在一旁认真分析起来，结果发现黑鲁加、八大蝶、美奈斯都很难应对。这时我看向手机分组的轮空二子，顿时笑到合不拢嘴。第二天的32强资格战，这次的场地是岩石地，我对阵败者组第一，规则还是3v3对战。结果我用八大蝶、黑鲁加、美奈斯轻松取胜。不过下一场竟然是我对战玉英。这次的比赛场地是平地，规则变成了6v6技能无限制对战。此时我和玉英都来到了对战场上。第一场是伊布和对方帕奇利兹的较量，伊布靠着神速和高速星星将对方击败。下一刻玉英便放出花岩怪，当即就使出了催眠术。见此我则换上了黑鲁加。上场后他闭着眼使用喷射火焰，花岩怪的催眠术对闭眼的黑鲁加无效，而喷射火焰直接命中了花岩怪。玉英慌忙将花岩怪收回，随后放出了小球飞鱼，当即就是一发水炮，黑鲁加猛跳躲开，一发恶之波动击中了小球飞鱼，最后在咬碎和喷射火焰攻击下将其击败。这时玉英释放了一只快龙，这是号称飞行速度最快的龙系宝可梦。就在我想将黑鲁加收回之时，他却是一脸战意爆棚。见状我笑道：“你也不服输，那就喷射火焰。”顿时就是火焰和龙系能量的对抗，可火焰瞬间就被压制，龙系能量一下击中了黑鲁加，快龙紧接着就一记龙爪朝着黑鲁加靠近。就在这时，黑鲁加狠狠咬住快龙的爪，这一击复仇技能让快龙痛得流泪甩动，他另一只使出了龙爪攻击，黑鲁加
无视袭来的龙爪，使用欺诈技能扑向了快龙，两道攻击同时命中对方。只见快龙后退了几步，黑鲁加则摔在地上陷入昏迷。下一刻，黑鲁加听见了他训练家的呼喊，他想起被猎人贩卖伙伴重伤的过往，直到他遇见了叫明商的训练家，给了他一切。顿时，黑鲁加瞳孔变为红色，他带着一声怒火与火焰重新站了起来。快龙一时间竟被这恐怖眼神吓到了，微微后退。见状，我怒吼道：“黑鲁加，让他看看你的怒火吧！”那么闪焰冲锋，黑鲁加顿时就踏地狂奔起来，大地都因此在颤抖。快龙的破坏光线与黑鲁加相撞，巨大的爆炸响彻整个比赛现场，最终双双都失去了战斗能力。见状，我连忙收回了黑鲁加。回来吧，黑鲁加，你表现很棒，好好休息吧。观众席的竹篮很是震惊，黑鲁加居然击败了快龙，局面对玉音不利了。场上的玉音眼中兴奋更浓，小樱准备战斗。顿时，一只沙漠蜻蜓来到了场地上。见此，我心中默念：是沙漠蜻蜓就好应对。可一阵强光过后，一只鲤鱼王蹦了出来。见状，全场一片死寂。我尴尬挠了挠头，哈哈，拿错了，这是我6折买的充数宝可梦。说完，我慌忙收回鲤鱼王。随后，一只八大蝶来到了场上，哪知这场战斗玉音早有应对，流沙深渊和龙之俯冲将八大蝶击败。见此，我派出了自己的美纳斯，即便沙漠蜻蜓受了些伤，还想继续对战他，结果被美内斯水流尾狠狠击中，直接失去了战斗能力。此时玉音放出了花岩怪，立即就对美奈斯使用了黑色目光。被击中后，美内斯就无法更换了。于是，在全力的银子球和水流尾对撞之后，美奈斯和花岩怪同时失去战斗力。我抛出最后一个精灵球，小家伙，拜托你了。只见一只奇鲁利安悬浮登场，玉音也一抛精灵球，一只巨精怪缓缓现身。见状，我整个人都不好了。刚系和超能系的巨精怪很克制奇鲁利安，可此时的奇鲁利安眼神犀利的看着我。下一刻，我们进入了思维同步状态，顿时2颗影子球就重重击中了巨精怪。玉音连忙喊道：“用金属音和精神强面！”巨精怪顿时发出了一股金属之音，即便奇鲁利安第一时间瞬间移动，可还是被击中后降低了2级特殊防御，还被后来的精神强念击中，摔倒在了地上。紧接着，一道加农光炮朝着奇鲁利安攻击而来，连忙蓄力出1颗影子球进行抵挡。奇鲁利安撑着影子球死死抵挡光炮，可光炮的巨大冲击力让他渐渐向后滑行，影子球最终没能对抗过光炮，顿时产生了一阵爆炸。等烟雾散去，一只白色的沙奈朵出现在众人视野中。我瞪大眼睛看着自己的沙奈朵，他也回头对我微微一笑。进化过后的沙奈朵全属性得到了不少提升，花费1半体力，终于是击败了巨精怪，最终取得了这场战斗的胜利。是我输了，明商你真的很强呢，下一次我不会输了。说完，玉音缓缓离开比赛现场，观众席的竹篮和卡路妮都鼓掌起来。卡路妮不舍道：“这场比赛真的很精彩，可惜了，我明天就要回卡洛斯了。”竹篮微微一笑：“这里是有直播的，你不会错过，那就好。我都想和明商交战了，他真的有勇有谋啊！我想应该要不了多久。”比赛后，我先是去了精灵中心回复宝可梦体力，随后回到宿舍和沙奈朵美美睡了一觉。这只第一眼就飞扑向我的宝可梦越来越依恋，看着自己宝可梦们不断进化变强，我暗下决心要拿下冠军。哪知第2天就被告知对手是神兽男，那位拥有达克莱伊的训练家。我很快想到了之前白羊镇的那只达克莱伊，他一只精灵就能阻止时空神兽和空间神兽的攻击，即便神兽男的达克莱伊没有神指，那也很难对付。于是我将自己5只宝可梦释放了出来。我们接下来的对手很棘手，预估他手上至少有4只准神级别的宝可梦。灵儿、沙奈朵，你们这样，讨论到一半就被沙奈朵上前用手堵住了嘴巴。明商，我们相信你一定会带领我们战胜困难。闻言我一愣，突然想起这一路走过来的经历，从穷到扣脚到遇见拉鲁拉斯到开始旅行，从一场场道馆赛道与神兽抗衡，从生死关头到劫后余生，我的宝可梦们早已成长了许多，反倒是自己还在担惊受怕和犯小错。想明白后，我顿时就笑了。其实我本就不怎么在乎冠军，我在乎的是这个世界和自己的宝可梦。倒是我太笨了，谢谢你们。那么我们一起加油吧。很快我来到了比赛场中，这次比赛的战斗场地为草地。自我登场几分钟后，神兽男都没睁眼看我一眼，毕竟他比赛到现在只出动了1只达克莱伊。此时我缓缓释放出了8大蝶，神兽男随意丢出精灵球，一只达克莱伊现身。神兽男闭眼喊道：“达克莱伊黑暗洞！”顿时发来1颗黑暗能量球，可8大蝶依靠顺风技能向上躲开了攻击。神兽男依旧闭眼喊道：“达克莱伊是梦！”这下达克莱伊都懵了，毕竟这黑暗洞明明没有命中对手。这时8大蝶趁机使出了蝶舞，他的特攻特防和速度各提升1级。神兽男缓缓睁眼，这才发现达克莱伊的黑暗球居然空了，于是接连指挥道：“达克莱伊恶之波动，急动光线影子球。”可8大蝶2次蝶舞和4次顺风之后，达克莱伊的技能全都打空。8大蝶还补了1发玫瑰刺，草地突然冒出荆棘，将达克莱伊死死绑住，接着便被飞叶风暴和日光束狠狠击中。最后在高音声呐之中，达克莱伊失去了战斗力。神兽男脸色铁青的放出拉蒂欧斯，起手就是龙之波动发射而来。8大蝶则全力震动翅膀打出虫鸣，这让拉蒂欧斯受了点伤。可8大蝶转眼就被精神强念击中，失去战斗力。下一刻，一只沙奈朵缓缓落地，拉蒂欧斯
斯顿时就发出一记龙息，沙奈朵则使出了月亮之力，粉色能量冲破龙息，念力紧随其后控住了拉蒂欧斯。随后场上出现了多个沙奈朵，这几个分身成功迷惑了拉蒂欧斯。紧接着沙奈朵真身绕后蓄力出一颗影子球，配合残留的月亮之力双重打击，直接让拉蒂欧斯失去了战斗力。见状，达克多脸色铁青，回来吧拉蒂欧斯！雷吉斯奇鲁准备战斗。只见一个黑白相间的大型铁人出现在场中，这雷吉斯奇鲁也是传说宝可梦，而且还是很强的刚系宝可梦，沙奈朵很难有胜算。于是我将沙奈朵收回，随后将黑鲁加释放了出来。哪知神兽男却突然收回了雷吉斯奇鲁。水军准备战斗。随着他的话，一只水军出在现场中，不仅水军克制火系的黑鲁加，而且黑鲁加我还得留着对抗雷吉斯奇鲁。于是我将其收回后释放了美纳斯，顿时就是一记高压水枪打过去。哪知神兽男收回了水军，紧接着将一只雷公释放了出来，当即就甩出电磁炮袭向美纳斯。美纳斯立马挥动巨尾拍打在电磁炮上，下一刻雷公与美纳斯同时被对方的技能击中，可雷公仅只是后退了几步，美纳斯却被强大的电流电伤，尾巴上都能看见焦黑布。观众席的小智握了握拳，竟然是雷公和水军，名商加油啊！一旁的皮卡丘也欢呼加油。小光看完手上图鉴收集器的信息已经懵了，这神兽男派出的全都是传说宝可梦，也就是全都是神兽宝可梦，他们每一个都无比强大，这还怎么赢？此时的我攥紧拳头，看着美奈斯的伤痕心疼不已，可美奈斯却眼神坚定，丝毫没有退缩。那么小那球雨，顿时场上上空飘来一片乌云，可下一刻雷公就使出了打雷技能，雨天强化了伤害的雷霆狠狠落下，美奈斯连忙后跳才躲开了落雷，但还是因导电的原因被击中，只是伤势减轻了许多。下一刻雷公高速移动向着美纳斯靠近，美奈斯反手就打出了一记潮水，可雷公只是简单一跳就躲过了潮水。见状神兽男开口道：雷公疯狂福特！只见雷公全身散发强力电流扑向美纳斯，美纳斯立即甩出一记水流尾抵挡，相撞之后雷公与美纳斯都被击退，不过美纳斯因导电又受到了一些伤害。下一刻一道雷电牙径直落在美纳斯躯体上，身体上传来的疼痛让美纳斯咬牙死死忍耐着，可一发电击之后美纳斯脱力倒下，趴在地上的美纳斯还没缓过劲来，雷公的10万伏特再次袭击过来，美纳斯因电击麻痹很难行动，他刚抬起一点身躯，全身传来的剧烈疼痛让美纳斯再次倒下去。呵，看来你也没有我想象中的强，能让我用出5只宝可梦也算是你的战绩了。可我根本就没在意神兽男的话，而是缓缓走向美奈斯。我现在只想让裁判快点判美纳斯失去战斗力，这样我好将美奈斯收回来恢复伤势。如果后面的宝可梦都会受到这种程度的伤，我宁愿直接认输，输赢没有自己的宝可梦重要。听见被嘲讽，美纳斯拖着重伤缓缓挺直身躯，顿时仰天怒吼了起来。下一刻他身上出现一阵光芒，同时他全身被大量水元素覆盖。看着美纳斯再次挺直身躯做好战斗准备，我将心痛的眼神收回去，随后露出坚毅的眼神看着美纳斯：小娜我们上。那么水炮伴随着我的呐喊，美奈斯猛地爆发水元素能量，下一刻一道巨型水炮覆盖了整个比赛场地。见状雷公尽全力释放最强的电磁炮，可惜在巨型水炮面前只能被水淹没，随后被水炮冲飞，重重的撞落在地晕了过去。此时美奈斯身上的光芒退散，只见一位美丽的人鱼出现在场上，可下一秒他就脱力侧身倒下，身上的水流与光芒消散，很快就重新变回了美纳斯，导致很多人都没看清美纳斯的样子。见状我很是感动，这是专属于我们的羁绊进化，回来吧小娜，辛苦你了。这时神兽男拿出最后一个精灵球，席多兰恩准备战斗，顿时一只形似乌龟的宝可梦出现。见状我忍不住内心暗骂，真是6只传说宝可梦啊！神兽男这逆天的阵容，哪怕是联盟冠军都没有吧，简直就是故意的。沙奈朵和黑鲁加可打不过席多兰恩，即便知道自己输定了，但我丝毫没有在意，开口了：达克莱伊拉蒂欧斯水军雷公雷吉斯奇鲁席多兰恩，原来这就是你的阵容啊！不错，要是再来一次你一定赢不了，不过这次我赢不赢不重要。说着我便想举起手认输，我不想要后面的宝可梦再次去拼命了。可沙奈朵却紧紧握住了我的手，他眼神坚定地看着我，同时心灵感应的话语传来：这场对决还没结束，交给我就好。上场后他周身泛起奇怪能量，席多兰恩瞬间警惕起来，紧接着就是铁蹄光线和精神强念对碰，双方同时被技能命中。只见沙奈朵摇摇晃晃向后倒下，我赶紧上前接住他，见他没事我才松了口气。下一刻裁判的声音传来：沙奈朵失去战斗力，席多兰恩失去战斗力。闻言我一愣，只见席多兰恩竟失魂倒地，真是的一个个都拼命，辛苦你了。原来他早就在偷偷冥想积攒力量，给了我一个大惊喜。此时的神兽男只剩2只宝可梦，面对我放出的黑鲁加，他释放出了水军，有了克制效果，很快就击败了黑鲁加。随后上场的伊布也在被水流裂破击中之后，直接就失去了战斗能力。见此我深深的叹口气，裁判我认输。名商选手你还有1只宝可梦，确定要认输吗？闻言我释放最后1只宝可梦，只见一只鲤鱼王出现在场中，他时不时还跳了2下，要不你帮我打，赢了算你的，输了算我的。见状裁判无奈道：名商选手主动认输，这场比赛获胜者是神兽男达克多选手。我收回鲤鱼王，缓缓离开了比赛现场。小智小光他们立马追了上来，阿迅带着哭腔：名商我要成为像你一样的训练家。我笑着竖大拇指，你肯定能超越我。小智握拳与我对撞，我们的6v6对战留到下次，我一定会战胜你的。我点了点头，好，我等着你。还有就是小智，如果你想战胜神兽男达克多，至少需要4位强力的宝可梦，所以不要输，加油战胜他。我会的，我会和我的宝可梦赢给你看的，我相信你。行了，你的比赛快开始了，快去准备吧，这个舞台我该退场了，大家再见了。小
光大喊道：“明商，你下次旅行去哪？”我回头微笑道：“卡洛斯，我还需要去完成我的约定，那么再见了。”走到大街，我看到了竹篮和玉英。你们怎么在这里啊？玉英一脸担心。明商，你没事吧？那个神兽男，我笑着道：“这场比赛我打尽兴了，收获的东西比胜利还宝贵，收获的东西比胜利还宝贵。”说完，我看向了竹篮，谢谢你们来送我，我该离开了。竹篮姐，下次见面我会来挑战你，做好准备啊。那么再见了。我期待与你对战。告别完了他们二人，我先是来到精灵中心，将受伤的宝可梦全部恢复，随后独自来到了海边。我放出了的那只凑数的鲤鱼王，谢谢你给我比赛凑数，你愿意正式成为我的宝可梦吗？我不会强迫你。鲤鱼王看了一眼无边无际的海洋，短暂思考后，他摇了摇头，这样啊也是，你被关在水笼里太久了，喜欢自由，我们都向往自由啊，给这些是宝可梦口粮，算我的谢礼。鲤鱼王吃饱后，最后看了我一眼，随后就潜入了海里。再见，可别又被抓住了。很快，我坐船逐渐离开铃兰岛。随着时间渐渐流逝，我在甲板发呆了半小时，突然察觉到侧边有人一直盯着我，难道是宝可梦猎人吗？船上肯定是不能待了，对面有多少人，是什么实力我都不知道，所以我不能冒险。于是我假装正在晒太阳，趁其不备，一口气跳进海里。水里的美奈斯瞬间出现，他拖着我从水下快速逃离，身后传来猎人的怒吼：“他有美奈斯，给我追！”一番追逐才摆脱了他们。我们来到了一处岸边，我先是将美奈斯收回，随后将沙奈朵释放了出来。经过半小时步行之后，我们看到了远处的城市。在步行8小时之后，终于看见了城市，却被旁边一个眼熟的时钟吸引。突然空中出现波动，一只绿色带翅膀的宝可梦钻出来，我一下认出这竟是传说宝可梦史拉比，拥有能够使用穿越时光的力量。我开心向他挥手，见状史拉比开心的围着我转了几圈，随后牵起我的手就想带我走。你想让我跟你走吗？慢点，我跟你走。于是，一场全新的时空秘境之旅就此开启。我跟着史拉比来到一处果园，他围着果树释放白色粒子，枯树瞬间开花结果，一颗最大的红心水果坠落，我眼疾手快接住。史拉比惊慌的样子逗得我大笑起来，哈哈，你也太可爱了。我咬下一口果肉酥脆，汁水迸发，立马脑洞大开，做成果冻果酱肯定都好吃，明天中午还在这间，我给你做。闻言，史拉比开心的围着我转圈圈，还帮我摘了满满一堆水果。第二天，我刚从附近旅馆中醒来，就突然听到史拉比的惨叫声，连忙全力冲向声音源头的巨树旁边。只见一男子的机械装置正牢牢抓住了史拉比，好在我一记飞踢踹在其身上，随后连忙接住坠落的史拉比。男子起身后恶狠狠道：“巨前螳螂愿饮娃娃，解决这个烦人小鬼。”闻言，我立刻让黑鲁加、美纳斯和沙奈朵与其对抗。巨前螳螂瞬间被喷射火焰重创，愿饮娃娃也被美纳斯和沙奈朵压制。男子见状，本想驾飞行器逃跑，却被沙奈朵用念力拉回。我踏地蓄意轰拳：“你这个欺负史拉比的家伙，我送你当超人！”随后，美奈斯的尾巴和我的拳头同时命中，直接将其击飞到了天边。可这时的史拉比却突然慌张起来，通过沙奈朵心灵感应告诉我，原来他要尽快回到时间波纹里，否则可能有不好的事发生。而时间波纹就在我们昨晚见面的地方。于是我抱着史拉比来到了一处花园，在史拉比触碰到虚空之后，他身上的光芒越来越亮。见他即将离开，我连忙把果冻递过去：“再见了，史拉比，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”可史拉比突然急速飞向我，紧接着在我脸颊上亲了一下，随后才带着果冻消失不见。在我还在懵逼之时，沙奈朵、美奈斯和巴大蝶直接扑了上来。坏主人又勾搭别的雌性，好不容易安抚好他们之后，突然一声怪叫传来，上前居然发现河边走来一只水军。第一次见面，他似乎对我颇有好感，压低身体示意我上来。在我蹑手蹑脚爬上去之后，水军带着我在森林中疾驰，速度快得像飞一样。芜湖水军，谢谢你！没多久就带着我冲出森林。等我见到城市之后，转头却不见水军了，手里多出了一颗粉色石头。同时一阵心灵感应传来：“善良的人类，这是阿尔宙斯送你的礼物，日后自有作用。”听完我不禁感慨，竟是创世神的礼物。不过自己看去却只是平平无奇的石头。不久，我走在前往卡洛斯的码头小镇。我不知道的是，在我踏入卡洛斯的大地之时，身上的粉石头突然闪过一道光，毫不知情的我燃着斗志。卡洛斯的 Mega 进化，我可要好好领教。刚走没几步，身后就传来清脆的喊声，那边的训练家看过来。等我上前一阵交流之后，才发现这是一位名叫炫香的女训练家，她的右耳挂着 Mega 进化石。明商要和我来一场宝可梦对决吗？闻言，我眼中闪过自信，刚想询问谁愿出战，黑鲁加和伊布就主动跳了出来，他们早就憋着一股劲想证明自己。见状，炫香伸出3根手指，3v3没问题吧？于是我们来到一处宽阔场地，展开了伊布和超能妙喵的对抗。伊布电光一闪，超能妙喵快速防守。随着我们指令落下，对战打响。伊布的爆发速度让炫香措手不及，可超能妙喵身形灵活，渐渐扭转局势。最终伊布体力不支败下阵来。小家伙辛苦你了。我收回伊布后摸了摸黑鲁加的头，在他坚定地走上前之后，炫香换上了火焰师，当即就喷出一道喷射火焰。可我却嘴角上扬，只见火焰师的火焰没有造成什么伤害，反而火焰还被黑鲁加吸收殆尽。炫香忍不住惊呼：“这竟然是萤火特性！”猜对了，奖励闪焰冲锋。只见黑鲁加燃气火焰踏地狂奔，即便火焰师的巨声减缓了速度，依旧被狠狠撞了上去。在恶之波动接
咬碎的连招下来，我岩狮直接失去战斗能力。见状，炫香连忙将其收回精灵球，随后一抛精灵球，只见一只阿博索鲁落到场地上，他脖子上的 Mega 项链格外显眼。果然，在和黑鲁加相撞之后，炫香笑着摸向耳后的进化石，开口道：“你真的很强，但我要拿出全部实力了。”阿博索鲁 Mega 进化，顿时一阵光芒包裹了炫香和阿博索鲁。很快，一只超级阿博索鲁登场，黑鲁加刚喷出喷射火焰，就被精神利刃击中，该结束了超级绞击。黑鲁加闪焰冲锋，随着我们喊出的指令，场上顿时发出2声巨响，烟雾散去，黑鲁加晕了过去。我收回他的同时感叹道 ：“Mega 进化还真是夸张，那么小那起床了。”顿时，一只漂亮的美纳斯出场，一下就吸引了炫香的目光。好漂亮的美纳斯！美纳斯得意的扬起头。随着水流尾和超级绞击的对碰，被震后退的阿博索鲁使出了终极冲击，带着强悍的攻击直冲而来，却被一招更强的涌泉打断击飞。紧接着，美纳斯一巴掌将他拍倒，随后解除了 Mega 进化，陷入昏迷。在炫香将其收回精灵球之后，一只超能妙喵登场，直接朝着美纳斯发出一记精神冲击。见状，我开口道：“美纳斯打潮水炮！”在几个水系技能连续攻势下，超能妙喵也败下阵来。炫香走向我，笑着伸出手：“明商，你真的很强，这是我 Mega 进化后第一次输，下次见面我可不会输了。”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我伸了伸懒腰。几句话 Z 招式 Mega 进化各有千秋，真期待世界锦标赛。不过在此之前，先去森林抓第6只宝可梦，希望能遇到帅气的甲贺忍蛙。与此同时，一处钻石王国里，一只蒂安西的项链突然发光，凝聚出一个人被坐骑山羊追赶的画面。他顿时激动的大喊：“是明商回来了，我要去找他！”可一旁的小碎钻连忙拦住：“已经过去132年了，人类不可能活这么久。”蒂安西失落低头，却仍不死心道：“我可以去看看他吗？”小碎钻思索片刻，吩咐另外3只小碎钻保护他。由于钻石王国运作的动力核心即将枯萎，蒂安西此行更主要是为了找到生命之神哲尔尼亚斯。此时毫不知情的我正抱着沙奈朵躲在树上，看着下方追疯了的坐骑山羊，忍不住吐槽：“雌性追我就算了，雄性也凑什么热闹？”没等我反应，沙奈朵突然凑近，在他用念力稳住躁动的精灵球之后，直接贴了上来。2分半后，我心里暗叫不妙，再贴下去要窒息了。急中生智间，我脚一滑，从树上跳下，随后撒腿就跑。那边有东西在呼唤我，快跟上！闻言，沙奈朵嘟着嘴，同时用念力紧随其后。另一边的桦树林里，蒂安西带着3只小碎钻赶路。这时他脖子上的项链突然发光，他顿时眼睛一亮，项链在指引我。可没跑多远，感应突然消失，他正迷茫时，一个火球猛地袭来。蒂安西殿下！小碎钻们立刻挡在他身前。一个女巫服的玛丽琳笑着出现，啊，真感人！妖火红狐喷射火焰，9克保护殿下，奈特我们上！小碎钻们默契配合抵抗妖火红狐，各种光强监视攻击齐发。可没过多久，突然冒出一只甲贺忍蛙，他突然间缠住了蒂安西。就在这危急时刻，发出一阵爆炸，引发的震动让蒂安西脚下一滑，紧接着顺着陡坡滚了下去。此时林中的我正抬头张望，一个粉色身影突然砸进我怀里，瞬间的重量让我脸憋得通红。我一下认出这宝可梦正是蒂安西。哇，蒂安西你也太重了吧！熟悉的声音让蒂安西愣了1秒，可下一刻甲贺忍蛙的攻击紧随而至，我连忙转身喊道：“黑鲁加遏制波动！”顿时发出的黑色光波击甲贺忍蛙。此时玛丽琳和莱尔特的一男一女同时现身，他们眼神凶狠道：“小子，把蒂安西交出来！”看着蒂安西本能的躲在我后面，我直接丢出所有宝可梦。灵儿虫鸣，黑鲁加喷射火焰，小娜打潮，沙奈朵月亮之力。可沙奈朵刚出场就和蒂安西的气场共鸣，项链与我包里的粉石头同时发光，沙奈朵的月亮之力威力暴涨，直接将2人以及他们的宝可梦炸成重伤，只得灰溜溜逃走。我震惊的看着沙奈朵，沙奈朵你什么情况？这月亮之力也太夸张了吧！这时3只小碎钻赶到，他们看到我瞬间就愣住。游侠大人！此时蒂安西躲在我身后，不可能，这个人类怎么那么像100年前的游侠明上？自己还是在试探。于是他试探着鞠躬道：“谢谢你救了我，我叫蒂安西，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？”“我叫明商，很高兴认识你。”话音刚落，蒂安西和小碎钻听见这个名字都愣住。3个小碎钻突然欢呼：“真的是游侠大人！”看着3只小碎钻跳到自己面前，我莫名其妙的脱口而出：“你们是马克、马9克和奈特，游侠大人真的是你！你终于回来了！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，游侠大人神圣钻石能量要枯萎了。”闻言我很是疑惑：“你们为什么要叫我游侠大人？我想我们应该是第一次见面。”蒂安西连忙跳向前，同时将一串钻石项链举了起来。“这个呢？你还记得这条项链吗？”我刚想说不认识这条项链，可一开口却莫名变了。粉钻象征着我们的友情，也许诺着我们的约定。说完的同时，一些零碎画面突然在脑中出现。蒂安西，等这一切结束了，我会带你环游这个世界。这是我离开钻石王国前对蒂安西说的最后一句话。我还没疑惑完，蒂安西就带着微微泪水飞扑过来。“真的是你，你终于回来了！”蒂安西可以肯定，眼前的人就是当年的明商。这个约定只有他们2人知道，蒂安西永远不会忘记。而我不知道的是，我口袋里的粉钻微微散发亮光，石头的形态也在渐渐改变。一阵交流下，能听出好像有个和自己差不多人。于是我打算去钻石王国看看。蒂安西紧紧攥着我的手，似乎生怕我跑掉。而我身后的沙奈朵使劲嘟着嘴。走进主洞穴的瞬间，我彻底傻眼了，因为正中间的蓝水晶雕像竟和我长得一模一样。一股深深的恐惧涌上心头。我从没来过这里，怎么会有我的雕像？这时年长的小碎砖戴安跳了过来，同时震惊地打量我。“游侠大人！”见状我脱口而出：“你是戴安？”这名字明明很陌生，我却自然而然说了出来。戴安急切道：“请游侠大人帮帮我们，神圣钻石能量要枯萎了。”于是我跟着来到巨大
大的粉钻前，蒂安西抬手释放粉色光芒，可凝聚的钻石刚出现就消散了。突然，我包里的粉石头飘了起来，那是阿尔宙斯送我的礼物。此时的形态竟变了样，我握住石头的瞬间，强光四起，沙奈朵和蒂安西同时 mega 进化。见状，我恍然大悟，阿尔宙斯送的石头积攒了大量的妖精气息，怪不得自己会被宝可梦追。沙奈朵握住我的手，蓄力月亮之力，但不要释放出去，蓄力月亮之力，但不要释放出去。随着我的话，沙奈朵传递妖精能量给我，能量通过石头传给蒂安西。终于在几人的努力下，神圣钻石再次光芒四射。我和沙奈朵浑身脱力。休息过后，我找到望着壁画的戴安，你早就知道我不是你们的游侠大人，对不对？戴安叹气。沙奈朵出现的那一刻，我就明白了，当年的游侠大人身边只有10拉。说完，他指向壁画。135年前，游侠大人来到钻石王国，可他每到晚上才出现，白天时候又莫名消失，就这样陪我们生活了5年，直到提出去寻找修复钻石的办法。之后1301年就再也没回来。看着壁画，我脑海里突然闪过零碎的黑白画面，这些画面竟是我梦里的场景。沙奈朵突然紧紧握住我的手，我知道他在害怕，怕我像当年的游侠一样突然消失，于是我连忙安抚沙奈朵，没事，我不会走的。这时戴安突然开口道：“游侠大人，求你带走蒂安西殿下，这是他的梦想，也是你们当年的约定。”闻言，我直接拒绝道：“很抱歉，我不能答应。”可我的话刚说完，墙后就传来抽泣声，只见蒂安西流着泪走出来。为什么？我不怕危险，我会听话，不会给你添麻烦。你明明记得我们的誓言，为什么忘了我们的回忆？他抱着项链哭道：“你说过要带我环游世界，我等了你好久好久。”沙奈朵温柔地抱住他安抚，我看着他泪汪汪的眼睛，心里纠结的不行，心里纠结的不行。他那么天真，跟着我太危险，可我真的不忍心让他哭啊！挣扎片刻，我咬牙下定决心：“蒂安西，你真的想跟我走？”他含泪点头，可下一秒却语出惊人：“我想成为你的宝可梦，不是被你保护，我要和你一起变强。”我愣住的同时，心里又惊又暖，原来他不想做温室里的小公主。于是我拿出一颗精灵球：“蒂安西，你真的想好了？”蒂安西眨眨眼，好奇地打量着精灵球，然后轻轻按下按钮，红光闪过，他被收进精灵球。我成功收服了蒂安西，欣喜放出他的瞬间，他开心地转圈：“哇，好神奇！名商以后请多指教了。蒂安西，欢迎加入我们，如果哪天想这里了，我会带你回来的。”看着他的笑容，我心里暗暗发誓一定会保护好他，陪他看遍全世界的风景。告别钻石王国之后，我们来到一片森林中，蒂安西主动牵起我的手，笑得眉眼弯弯：“名商，我们要去哪里？去符合你的旅行约定呀！”他突然撒娇，摇晃着我的手：“我好久没吃你做的甜点了，晚餐能给我做几个吗？”我笑着应下：“遵命，我的小公主。”看着她幸福的模样，我心里暖暖的，这就是和宝可梦一起旅行的意义啊！夕阳下，蒂安西追着蝴蝶奔跑，银铃般的笑声随风飘荡。他跑回我身边，拉着我催促：“快点，我们去追蝴蝶好不好？”我指着漫天晚霞：“夕阳快结束了，现在的平原风景多美，不如好好享受。现在的平原风景多美，不如好好享受。”于是我们牵手慢悠悠走过这片宁静的平原。天黑后，我们打好了旅行帐篷，随后我放出所有宝可梦。蒂安西笑着打招呼：“你们好，我叫蒂安西。”伊布立刻跑过去拉着他玩游戏，只有沙奈朵留下来帮我准备晚餐。这下我们家算齐全了，你想吃什么？沙奈朵突然贴到我耳边吐气如兰：“我想吃掉你。”说完快速贴了我一下就躲开，生怕被美奈斯撞见打翻晚餐。上次的教训还历历在目呢。第二天清晨，蒂安西醒来发现身边没人，瞬间就慌了：“名商！冲出帐篷才看见我正做俯卧撑。沙奈朵用念力制造石头与训练八大，美奈斯在练喷水，伊布和黑鲁加在赛跑。我笑着道：“蒂安西，早上好，看你睡得多香就没叫你。”蒂安西跑到我身边，眼神坚定道：“名商，我也要加入训练，我也想变强。”闻言我先是愣了一下，随即便答应了下来。一番训练过后，我很是惊喜，蒂安西的钻石风暴防御很夸张，喷射火焰和水炮打上去都毫无波澜。更惊喜的是蒂安西的天赋，我教的连招他一遍就会，熟练度还很高。训练结束后，我总会用新奇的游戏以及故事和美食当奖励，大家每天都过得充实又开心。几天后，我们终于赶到密阿雷市，天黑前打算找家旅馆休整，明天就能到白檀市赴约了。为了避免引来不必要的麻烦，我把蒂安西收回精灵球。可刚走在街上，一道暗紫色的龙之波动突然从空中划过，行人纷纷受惊。我抬头看向远处的高塔，瞬间明白了什么。沙奈朵，我们走。此时高塔顶端，小智正试图帮助被电圈控制的烈咬陆鲨，却不小心踩到呱呱泡蛙的泡沫，带着烈咬陆鲨和皮卡丘一起坠落。就在危急时刻，沙奈朵的念力让他们漂浮起来。皮卡丘用铁尾斩断烈咬陆鲨的项圈，烈咬陆鲨成功脱困。布拉塔诺博士赶来道谢：“谢谢你，我是卡洛斯地区的博士布拉塔诺。”我笑着回应：“不用谢，下次可别这么倒霉了。”这时一只火焰鸡突然跳下，战意满满的盯着沙奈朵，他感知到了强者的气息。这时一个戴面罩的中年男子走出来，正是希特龙的父亲利莫内。少年来一场宝可梦对战吗？布拉塔诺博士惊呼：“这只火焰鸡有 mega 进化石！”闻言，小智瞬间兴奋起来，我却是看向沙奈朵，他从容地走到我面前，眼神里满是期待，显然也想见识一下 mega 进化的实力。好吧，你的对战我接受了。等到一处宽阔场地之时，沙奈朵缓缓闭眼冥想，火焰鸡火焰踢，利莫内一声令下，火焰鸡带着熊熊烈火高跳踹来，一番交战之下，两者旗鼓相当。可随着时间推移，加速特性的火焰鸡速度越来越快，沙奈朵渐渐吃力。随着全力月亮之力和火焰鸡的全力一击，场上发出了剧烈的爆炸，
爆炸，火焰姬和沙奈朵双双被震飞，我连忙接住她抱在怀里。沙奈朵，你没事吧？沙奈朵笑着蹭我的脸，只是力竭而已。见状，厉莫内收回火焰姬，随后看向我赞许道：“小伙子赢得漂亮。”随后转身离开。小智跑过来欢呼道：“名伤太精彩了，你变强了好多。铃兰大会我止步4强，咱们的约定还没完成，现在来一场对决吧。”我笑着摆手：“你刚到卡洛斯，先抓几只宝可梦再说。我已经有第6只宝可梦了。”哎，真的吗？第6只是什么？我神秘一笑：“保密，等你击败我前5只就能见到。”这时布拉塔诺博士走来，不嫌弃的话，来我研究所住1晚吧。多谢你救了烈咬陆鲨，那麻烦给我安排大房间，我这边情况特殊。夜晚内心暗下决心，7个月后的卡洛斯比赛，我绝不能输。想起美奈斯在与雷公对战时的进化，我决定帮他掌握羁绊进化。放心去吧，蒂安西交给我。沙奈朵用心灵感应说道，他知道美奈斯和巴大蝶训练有多刻苦，从不肯让我担心受伤。于是我悄悄带美奈斯和灵儿来到郊外河流。小娜，我们试试掌握羁绊进化，灵儿会帮你。可一次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。美奈斯带着哭腔扑进我怀里，这时灵儿突然想起什么，随后飞到美奈斯耳边低语。美奈斯听完惊讶地看向我，他下定决心走进河流，闭眼将头靠向我的手，同时全心全意感受起来。顿时一道蓝色光芒包裹着他，很快体型变化成鲛人出现在我眼前。见此我欣喜若狂，成功了，太好了小娜。哪知他却突然上前贴贴，旁边的灵儿气得跳脚，因为刚才他告诉美奈斯，羁绊进化的关键是真正爱上训练家，可美奈斯居然先下手为强。下一刻灵儿被绿色光芒笼罩，羁绊进化还没完全结束就扑上来贴住我，甚至比沙奈朵还疯狂。5分钟后他变回巴大蝶，和一旁得意的美奈斯吵了起来。我看着这闹剧无奈又觉得暖心。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撞见小智收服呱呱泡蛙的场面，我收服呱呱泡蛙了。小智举着精灵球欢呼，希特龙和佑利加连忙道贺。回头的小智发现了我，名商早上好。佑利加蹦蹦跳跳跑过来，大哥哥我叫佑利加，这是我哥哥希特龙，我能看看你的沙奈朵吗？没等我开口，沙奈朵就主动跑了出来，温柔地摸了摸佑利加的头。蛙是纯白色的沙奈朵。佑利加惊喜地抱住沙奈朵，因为密阿雷士道馆需要4个徽章才能挑战。小智决定先去白檀市，我正好顺路就暂时和他们同行。一路上小智总缠着要和我对决，可刚要答应东东鼠和小剑却就先后出现，他们成了小智的新伙伴。到了白檀市，我笑着告别，我还有私事要处理，之后再见。于是小智一行人匆匆冲向道馆，我却转身来到了小丽蛋糕店。推开门，只见夏丽姐笑着开口：“欢迎光临。”看清是我，她很是惊喜：“明商你来了，好久不见，快坐。”我环顾四周，开口道：“夏丽姐，小丽呢？”闻言，她有些无奈：“你神奥大赛输了后，她第2天就独自踏上旅途了。昨天打电话说已经到香薰市，准备挑战第3个徽章了。”闻言，我了然道：“你肯定把自己的宝可梦给她了吧？”夏丽哈哈一笑：“那个孩子有时候还是有些冒失，那几个宝可梦可以保护她。”趁夏丽去厨房之际，我留下5个新的蛋糕配方，随后就悄悄离开。小丽有了自己的旅途，我就不打扰了。等我赶到白檀市道馆时，小智正因小剑却被踩粉蝶的幻象光线击中而失败。我翻进场地，拍了拍小智的肩膀：“灰心可不是我认识的小智，你该想想怎么破解他的战术。”紫罗兰小姐，下次我不会输了。见小智重拾斗志，我转向紫罗兰馆主：“我也来挑战2v2可以吗？”紫罗兰点点头：“出来吧，羽赤鹅。”见状我思索起来，沙奈朵和美奈斯出手太欺负人，于是我拍出了巴大蝶。一番交战后，轻松拿下了第1枚徽章。黄昏时分，小智发愁怎么模拟道馆场地，希特龙推了推眼镜，看我的科学力量，几秒钟就组装出一个大风扇，风场模拟吹风机。结果砰的一声，机器直接爆炸。烟雾中，希特龙还在嘀咕：“怎么又过热了？”夜晚，我独自来到一处平原上，我正和自己宝可梦们在吃着晚餐。这时飞来一只火箭犬，见状我递过3明治，给不许抢哦。可它突然变成我的样子，大口吃完还俏皮坏笑。我却不慌也不忙，开口道：“好了，别紧张。你好啊，梦幻。”梦幻见没吓到我，有些失落，随即变身成淡蓝色的小猫模样。蒂安西好奇地走过去，梦幻立马变成他的样子。蒂安西眼睛一亮：“哇，好神奇！”我心里暗忖，这不就是送上门的经验包吗？于是我开口道：“梦幻想玩游戏吃美食吗？”梦幻连忙点头，他无意间发现了我，不知不觉已经跟踪我3天3夜。此时我接着道：“想玩游戏吃美食可以，但你得帮我们一个忙，陪我们测试新招式。”梦幻想都没想就答应了。于是我抛出妖精石，蒂安西沙奈朵麦克进化，顿时粉色光芒包裹着他们，随后他们形态焕然一新，一番打斗，我的宝可梦攻击破不了梦幻的防御护盾，可蒂安西全力的钻石风暴让他的光盾出现了裂痕。见此我连忙叫停，随后放出了自己所有宝可梦。梦幻谢谢你，过来一起玩游戏吧。之后我们和梦幻玩得不亦乐乎，直到蒂安西犯困才准备休息。这时我递给梦幻一盒子甜点，喜欢的话下次再一起玩。梦幻突然让我等他，随后飞速飞向远方。第2天一早我就发现枕头边多了2块东西。细看发现竟是冰之石和白色水晶，我又惊又喜，这正是我找了好久的冰之石。我跑出帐篷大喊：“梦幻谢谢你，下次我们再一起玩啊！”术后的梦幻得意地笑了笑，随后转身飞走。我当即打算去映雪市，先帮伊布进化，不过路上会经过香薰市的妖精道馆和比翼市的草溪道馆，正好自己可以顺路拿下。可就在半路飘来一大片乌云，蒂安西抬头：“明商是不是要下雨了？”“何止是要下，快跑啊！”我连忙把它收回精灵球，撒腿就跑。终于在森林里找到一个小山洞躲雨，我打算冲出去找些木头，压根没注意到山洞深处探出个不到20厘米的小身影。等我抱着木头回来，黑鲁加突然对着背包警惕低吼，我放出沙奈朵冥想戒备，和黑鲁加慢慢走向山洞深处，突然猛喝一声：“是谁
在里面。没想到一堆奶油突然砸过来，我转身一看，原来是只粉嘟嘟像奶油的双奶仙，他吓得一直用奶油攻击我。我连忙开口道：“快停一下，我没有恶意。”我蹲下身把他抱起来。沙奈朵立刻释放了妖精气场，气场的共鸣让双奶仙渐渐安静。可下一秒，他居然哭了起来。我一边喂糖和果酱，一边安抚：“不怕不怕。”沙奈朵翻译说：“他是被蛋糕店购买时遭遇宝可梦猎人，他的同伴都遇害了，饿了好久才壮着胆子偷我的糖吃，饿了好久才壮着胆子偷我的糖吃。”看着他可怜的样子，我提议道：“小家伙，我们一起做蛋糕吧。”双奶仙眼睛一亮，随后连忙点头。我拿出锅具、鸡蛋和面粉，他抱着鸡蛋磕碎小口到蛋清，还踮着脚想搅拌蛋白，小模样可爱极了。沙奈朵坐在一旁姨母笑，摸着肚子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很快，一份美味的戚风蛋糕烤好，我分给自己的宝可梦们吃。双奶仙看着大家喜欢，自己也笑得格外开心。见状，我取出精灵球，开口道：“不知道去哪里的话，跟我走怎么样？我缺个做蛋糕的小可爱。”双奶仙直接按上精灵球，红光闪过，他毫无挣扎的被收服。见状，我欣喜不已。躲个雨居然收获意外之喜。雨停后的宝可梦中心检查后确认他只是缺营养。在我买了新腰带和精灵球之后，就立马赶到了香薰室的香薰道馆，依靠沙奈朵轻松取得了第2枚徽章。于是我接着赶往映雪室，中途最近的道馆是梭罗道馆，馆主的路卡利欧火焰鸡胡地都能 mega 进化，这可是绝佳的强者试炼机会。于是，在休息时我放出了伊布，随后拿出梦幻送的冰之石，这颗冰之石可以让你进化成冰伊布，想进化成其他样子，我也会努力给你寻着对应进化石。伊布毫不犹豫触碰石头，在一阵白光闪过之后，淡蓝色的冰伊布出现了，他兴奋地适应新身体，我心里满是欣慰，下午我来到梭罗道馆，这别墅般的建筑让我忍不住想，科尔妮难道是小富婆？这时一位黑皮肤少年俊介踩着滑轮过来，你是来挑战道馆的？我是临时看守俊介，战胜我就能拿到徽章。我想着让冰伊布是试手便答应了，可比赛一开始我就后悔了，冰伊布的爆发速度俊介完全跟不上，他的顽皮熊猫和利欧鹿全踩中我的陷阱，很快就被冰伊布一串2。你赢了，这是格斗徽章。我拿起徽章又放下，谢谢，但我还是等可可布尔或科尔妮回来吧，你的实力没法磨练我的宝可梦。说完我转身离开，可没想到在郊外的宝可梦中心，刚送冰伊布和黑鲁加去治疗，就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，转眼发现是科尔妮，他身边还站着可可布尔。你是来挑战道馆的？我点头道，打过了但没拿徽章，俊介实力太差，无法指导我的宝可梦。我本来想挑战你爷爷。闻言科尔妮眼睛一亮，不用麻烦爷爷，让我来，你可是我必胜名单上的最后一个。他拉着我的手就往对战场地跑，可可布尔在后面看着，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孙女主动牵男孩的手。等到一处战斗场地后，我淡淡道，小娜起床了。话音一落，美纳斯优雅登场，科尔妮愣住了，怎么不是那只拉鲁拉斯？先战胜他再说。于是科尔妮大喊道，路卡利欧鼓棒乱打，只见路卡利欧握着长骨头冲来，美纳斯挥动水流尾与其相撞，碰撞间地面都在震动，相撞后路卡利欧的手都在抖。路卡利欧剑舞，科尔妮刚说完，美奈斯的高压水枪就把路卡利欧喷倒在地。既然如此，路卡利欧 mega 进化，一阵光芒过后，超级路卡利欧出现，可他的眼神竟充满杀意，显然是失控了，这让科尔妮的增强拳指令完全没用。路卡利欧像疯了一样冲向美纳斯，美纳斯的水流尾涌泉水炮接连命中了他，可他依旧不死心的冲过来，速度越来越快。可可布尔刚掏出精灵球准备救场，我却大喊道，小奈，让他们看看我们的羁绊。只见美奈斯闭眼高声歌颂，顿时一阵蓝色光芒包裹着他，很快一只鲛人般的模样惊艳全场，一记水之波动将路卡利欧震飞，再补一首安眠曲使失控的路卡利欧陷入睡眠状态。科尔妮连忙上前安抚起了路卡利欧。回到宝可梦中心，科尔妮好奇地问，明商，你刚才的美奈斯是 mega 进化吗？她真的好漂亮，不过我并没有看到进化石啊。我笑着道，算是吧，她掌握了羁绊进化。这时可可布尔走到我面前，小伙子，你叫明商，你想挑战我可以答应，但你得帮我个忙。他指了指科尔妮道，他还没法熟练掌握 mega 进化，我想让他去一个地方磨练，你能陪他一起吗？我当即答应会尽力帮他。于是我陪着科尔妮走在山间小路，他一路追着问战斗技巧，我耐心分享道，变强不只靠训练，心态和智慧同样重要。很快，一座搭建在树枝上的巨大树屋映入眼帘，一只大嘴娃迈着小短腿走出来，头顶还嵌着 mega 进化石。梅普路婆婆开着浮空车赶来，抚摸着大嘴娃的头，科尔妮你来了，那么我帮你磨练磨练吧。闻言，科尔妮迫不及待拉着我到空地，路卡利欧 mega 进化，大嘴娃 mega 进化，超级路卡利欧以及超级大嘴娃纷纷登场。随着战斗的进行，科尔妮的指令越来越急，原本还理智的路卡利欧逐渐失控，疯了似的用鼓棒乱打，最终被大嘴娃的妖精之风击退，随后解除了 mega 形态。科尔妮不服输道，我们会努力的，梅普路婆婆这几天就拜托你了。于是我们在这里暂住下来。通过观察，梅普路婆婆点评道，明商，你们的羁绊很深，却缺少一丝勇气和抉择。科尔妮，你和路卡利欧都在努力感受彼此。沙奈朵和灵儿低下头思索，科尔妮却笑得更开心了，原来我还有这么多提升空间。深夜敲门声响起，科尔妮带着路卡利欧站在门口，明商，能陪我们训练吗？对战太少我不习惯。我摇摇头道，大晚上的不打架，我们玩个游戏吧。于是我蒙上路卡利欧的眼睛，让他转圈，再让科尔妮指挥他完成一些简单转身动作，路卡利欧都顺利完成。
成，却在最后时犹豫了半秒。不用怀疑，相信你的训练家就好，一起犯错，一起成长。说完，我转身离开，身后传来科尔尼的声音：“路卡利欧，我们再来。”走廊尽头，沙奈朵正等我。我想去看月光，能陪陪我吗？我们牵手走向小阳台，望着圆月，他轻声问：“我们已经看了多少个这样的月亮了？”快1年了。他闭上眼，抬起下巴。我瞬间明白他的心意。第二天一早，我轻轻吻醒累坏的沙奈朵。科尔尼和路卡利欧精神抖擞地跑来。早上好。经过1晚上的努力，我们已经慢慢掌握 Mega 进化了。谢谢你让我明白什么是合格的心境。我无奈摇头道：“你还是快去睡觉吧。都说了不能心急。”他们尴尬地挠挠头。之后我们在树屋待了7天。科尔尼的进步堪称神速，活泼依旧，却多了份稳重。不仅会耐心和路卡利欧插花，还会记下每次失误，连我的美奈斯都快不是他对手。路卡利欧拨导弹，随着大嘴娃被击中变成圈圈眼，科尔尼欢呼着击掌：“耶，我们赢了！”梅普路婆婆欣慰点头：“恭喜你掌握了这股力量。”科尔尼转头看向我：“明商，我要参加卡洛斯联盟，第一个目标就是追上你，战胜你。”我无奈点头。等我们回到梭罗道馆之后，发现小智一行人正等着呢。科尔尼，我们来一场3v3对决吧。小智满眼战意，可他的皮卡丘只发挥了5成实力，最终还是输给了超级路卡利欧。我伸了伸懒腰，看向可可布尔：“老爷爷到我们了，哈哈，2v2对战，我认可你就给徽章。”只见他放出一只路卡利欧，我掏出精灵球，灵儿准备战斗。为什么是8大点？尤利加满脸疑惑，希特龙也嘀咕：“虫系能打赢路卡利欧吗？”小智却笃定道：“明商的8大碟超厉害。”一番交手后，竟旗鼓相当。可可布尔见状，立刻下令：“路卡利欧 Mega 进化！”顿时，超级路卡利欧怒吼着丢出波导弹，灵儿全力以赴，顿时绿色光芒笼罩了8大碟。随后，他进化成了仙子形态，一记飞叶风暴与波导弹相撞一起，顿时场上烟雾弥漫。最后，在全力波导弹和全力飞叶风暴的爆炸中，灵儿的花瓣掉了大半，直直摔落在地，变回8大碟后露出圈圈眼。我连忙上前抱起他：“辛苦了，回来吧。”可可布尔递来徽章，却又摆出战斗姿势：“你是我见过最有天赋的训练家，让我看看你最强的宝可梦。”闻言，我丢出我的出世精灵球，一只闭眼的沙奈朵登场。来到道馆后，他全程保持冥想状态。可可布尔的路卡利欧还没动手，沙奈朵就带着影子球瞬间移动，一个上勾拳直接将他击飞。落地后，路卡利欧转身挥出彗星拳，却猛地撞上魔法火焰。沙奈朵只是后飘一段，然后继续闭眼冥想。见此，可可布尔急喊道：“神速彗星拳！神速彗星拳！”面对路卡利欧的最后一击，沙奈朵睁眼释放耀眼的粉色光芒，一顿爆炸使路卡利欧解除 Mega 形态。接着是对战可可布尔的胡地，可惜胡地完全被沙奈朵的念力控制，在一记月亮之力命中胡地之后，沙奈朵又补上勾拳和影子球，胡地从高空摔落变成圈圈眼。这时沙奈朵走到我身边，我欣喜地摸了摸他的头，没想到还没 Mega 进化就输了。明商，你真的很强。可可布尔递来格斗徽章，抱歉没能磨练到你的沙奈朵。我笑着接过，收获已经很多了。之后我独自前往了一趟购物中心，因为灵儿和沙奈朵的攻击太单一了，我得买几个适合的学习机弥补短板。沙奈朵选了精神冲击弥补他误攻低的缺点，灵儿选了花瓣舞强力鞭打和能量球，最终买了4个学习机。一处平原上，美奈斯一口咬在我脸颊上，同时不满地蹭来蹭去。沙奈朵和灵儿都在练新技能，就他啥也没有，委屈的不行。我摸着他的头安抚：“别生气啊，你学不了其他系技能吗？”这话反倒让他更难受了。我也纳闷，他连魅惑之声都用不出来，就只能用纯水系技能。之后我展开了宝可梦的训练。蒂安西和双奶先在野餐垫上吃甜点，冰伊布和黑鲁加正对战升温。沙奈朵很快掌握了精神冲击，灵儿则在1小时的羁绊进化时间里疯狂练新技能。花瓣舞配合飞叶风暴的驾驶越来越熟练，光芒消散，他变回8大碟的样子。我一把抱起他：“灵儿辛苦了。”他开心地靠在我怀里睡着。轮到和美奈斯训练，他的羁绊进化只能维持5分钟，水流为水泡这些技能还得在下雨天才能正常用，想开发新效果都来不及。不过维持羁绊进化的时间再慢慢增加，慢慢来总会好的。看着自己越来越多可靠的伙伴，我对未来更加充满信心。为了拿下卡洛斯比赛冠军，我和我的宝可梦们不断踏上变强的旅行。于是过了1年后，卡洛斯地区联盟大会的主会场，10万名观众齐声呼喊。解说员歇斯底里地咆哮道：“观众朋友们，历时2个月的残酷淘汰赛，从3000名训练家中杀出重围的2人站在了卡洛斯之巅。站在你们面前的是本届铃兰大会最大的黑马，来自不知名废墟的幽灵名上选手，而他的对手是掌握 Mega 进化之力的格斗女王科尔尼。”咆哮声被淹没在10万人的声浪中。我站在指挥席上，风衣猎猎作响，看着对手那只散发着恐怖波导气息的路卡利欧，内心却是对自己的宝可梦们充满信心。对面的科尔尼高声喊道：“明上，如果你能接下这一击，冠军就是你的。”科尔尼眼中满是战意。我缓缓抬起头，视线停留在看台最高处，那里坐着卡洛斯冠军卡路尼和各种达官显贵。这时候，对面的科尔尼开口道：“明上，还记得3个月前你在塔顶说的话吗？你说我太弱了。”闻言，我淡淡回应道：“记得。现在看来，你好像并没有变强多少。我这么说就是一种心理战术。”科尔尼没有生气，反而自信一笑：“是不是变强了？你的身体会告诉你的。”那么现在6v6全员对战比赛开始。随着裁判的话，科尔尼释放出了一颗精灵，摔角鹰人一落地就摆出了经典的摔角姿势。见此，我淡淡开口：“冰伊布去给他降温。”下一刻，冰伊布站在场地上，眼神阴狠。摔角鹰人飞身重压，摔角鹰人高高跃起，如陨石般砸下，不需要躲。冰冻之风吹向地面，随着我的话，冰伊布张口对着地面喷出一股寒流，地面瞬间结了一层光滑如镜的冰面。摔角鹰人落地的一瞬间，脚下一滑，重心失衡，就是现在冰冻牙。冰伊布在冰面
面上像一道闪电滑行，随后带着寒气一口咬住了摔角鹰人。见此，科尔尼连忙指挥道：“摔角鹰人，快挣脱开，使用手刀！”迟了，零距离急动光线。于是摔角鹰人还没来得及挥手，就被贴脸爆发的冰光冻成了一座冰雕。解说员惊呼：“秒杀又是秒杀！”名上选手的风格依旧是那么冷酷高效。不过科尔尼毕竟是馆主级强者，他迅速调整战术，师傅又利用波导弹的远程牵制，击败了体力不支的冰伊布。这时我派出了双奶仙，科尔尼皱眉，看起来软绵绵的。师傅又毒击，双奶仙融化，只见双奶仙化作了一滩白色的奶油，毒击打在上面，只溅起了一朵奶花，给自己释放装饰技能。下一刻，原本的一滩奶油突然膨胀，防御力和特攻得到大幅提升，紧接着发出粉色的妖精光芒，师傅又被光芒灼烧，直接惨叫倒地。随后科尔尼派出了怪恶龙，见此我抛出了一颗精灵球，蒂安西让他们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岩石系。Mega 进化，蒂安西一出场直接触发 Mega 进化，粉色的钻石风暴如同加特林机枪一般，将那只庞大的怪恶龙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观众们看得目瞪口呆，太强了，这哪里是对战，这简直是单方面的屠杀。观众席的小智面色凝重，不，科尔尼还没有亮底牌，他在逼名上换人。果然，在 Mega 蒂安西体力耗尽击败怪恶龙后，科尔尼终于派出了他的父王排年美魔，这只准神皮糙肉厚，利用球雨加湿润身躯的特性，硬生生耗死了蒂安西和随后上场的八大帝。此时比分来到了5比5，双方都只剩下最后一只宝可梦。可现在的战场已经千疮百孔，地面上到处是冰渣、奶油碎钻和烧焦的痕迹。科尔尼深吸一口气，将钥匙紧紧握在手中，名上这是最后的了，这一击包含了我所有的信念。路卡利欧 Mega 进化，下一刻光芒冲天，路卡利欧 Mega 进化，下一刻光芒冲天，一只 Mega 后的超级路卡利欧登场，他身上的波导如同实质般的火焰，同时眼神清明，杀气内敛，这才是完全掌握了 Mega 之力的姿态。我看着那只路卡利欧点了点头，不错，终于像点样子了。我从怀里掏出一颗有些陈旧的豪华球，既然你是格斗女王，那我们就用最不讲道理的方式赢你，出来吧，沙奈朵！白光闪过，一只发色略白的沙奈朵出现，这是我最重要的一只宝可梦。从最初那个瑟瑟发抖的拉鲁拉斯，到杀伐果断的奇鲁利安，再到如今的成熟温婉的沙奈朵，他陪伴我从落魄一路走到了现在。观众中有些人不解，沙奈朵对抗刚系加格斗系的路卡利欧属性不利了。我淡淡掏出水军送的粉丝晶石，沙奈朵完成我们的誓言吧。Mega 进化，下一刻一只超级沙奈朵出现，场上散发一股极其浓郁的妖精之力，这让科尔尼的手都在颤抖。好强的沙奈朵，路卡利欧子弹拳，下一刻路卡利欧化作闪电，瞬间出现在沙奈朵面前，随后铁拳猛然轰出，可子弹拳却被沙奈朵开出的守住护盾挡住。沙奈朵精神利刃 ，Mega 沙奈朵双手虚握，两把精神能量形成的光剑凭空出现，像个狂战士一样冲了上去。路卡利欧鼓棒乱打，于是两个展开了最原始的肉搏。路卡利欧的鼓棒势大力沉，每一击都能砸碎岩石，于是两个展开了最原始的肉搏。路卡利欧的鼓棒势大力沉，每一击都能砸碎岩石。沙奈朵的双剑快如鬼魅，下一刻科尔尼抓住空隙，就是现在波导弹。只见波导弹零距离轰中了沙奈朵，科尔尼大喜，赢了！路卡利欧加浓光炮，我眼神一狠，想得美！沙奈朵全力月亮之力，于是沙奈朵凝聚出一颗巨大的能量球，能量球和加农炮狠狠击在一起，爆发出巨大的冲击波，整个竞技场因此被夷为平地，烟尘弥漫了足足3分钟。当烟尘散去，路卡利欧解除了 Mega 形态，倒在废墟中一动不动，而沙奈朵虽然也解除了形态，但依然摇摇欲坠站着。见此，裁判颤颤巍巍地举起旗帜，路卡利欧失去战斗能力，冠军是名上选手。我连忙上前稳稳地接住了沙奈朵，辛苦了，谢谢你，我最初的伙伴。不久的领奖台上，我手里捧着那座金灿灿的奖杯，这时候卡路尼亲自走下来，微笑着递来一张烫金的邀请函，恭喜你名上，联盟决定授予你荣誉天王的称号，并且我们希望你能加入卡洛斯防卫部，你的战术才能正是我们要找的，这是权力的入场券，只要接下这张纸，我就能从捡破烂的平民一跃成为这个世界的顶层权贵。全场的摄像机都对准了我，我看着那张邀请函又看了看台下，小智在对我竖起大拇指，小丽姐妹一脸欢喜，蒂安西正趴在美奈斯头上偷吃颁奖典礼的自助餐蛋糕。见此一幕我笑了，卡路尼小姐，这奖杯是纯金的吗？卡路尼愣了一下，当然是，我把邀请函推了回去，那就好，这金奖杯我拿去卖了，应该够我们旅行几年的路费了。此话一出，全场哗然，我转身摆了摆手，至于这个天王的位置太挤了，坐着不舒服，我这人也惯了，还是觉得野外的石头坐着踏实，走吧各位。说着我对台下的伙伴们打了个响指，沙奈朵、美奈斯和蒂安西、八大叠冰伊布和双奶仙以及黑鲁加全围了上来。这时沙奈朵心灵感应传来，名上我们去哪？我从怀里掏出一张世界地图，上面密密麻麻画满了圈，听说阿罗拉有种能吃光的怪物，加罗尔有能变得像山一样大的极巨化，帕迪亚还有个能变成摩托车的蜥蜴。我的眼中闪烁着从未熄灭的野心与好奇，那我们就一起去看看吧，去征服，去见证，我们的逆袭才刚刚开始呢。于是在万众瞩目中，我带着无比可靠的伙伴们走出了会场，逐渐消失在密阿雷市璀璨的夜色中，只留下一个关于平民冠军的传说。